娘，娘她真的不要我了吗？快别瞎叫啊！你原本就不是柳家大小姐，只是出生的时候报错了。真正的柳家大小姐是柳巧，不对，大小姐现在改名了，叫柳石巧了。而你这个冒牌货，就不要再纠缠了。柳十七，以后你也不要再登咱们刘府的门，否则别怪老爷夫人的不客气。就是老婆子我也是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听见没有？呸！这个老钱婆终于走了，还想要搜我的身，门都没有。我的私房钱和刘府应该赔给我的精神损失费，可都在身上揣着呢。刘府的人真不是东西，什么都不让带。幸好我早有准备。什么声音？谁在说话？四周看看，没谁呀。是幻觉吧？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是个好日子。怎么听见有人在唱歌？另一边，县城里的柳家，柳石巧刚过完生辰，激动地回到屋子里。她终于是刘府真正的大小姐了，以后就能锦衣玉食，吃香的喝辣的，将来再找个富贵公子当夫君。嘿，她强压下激动的心情，挥退了婢女，赶紧打开大家送她的生辰礼物。里面只有一个铜钱，一个铜钱。或许是打开的姿势不对，也或许是堂弟太小了，所以没钱买礼物。他抿唇，又打开另一个盒子。莫非刘府过生辰喜欢送铜钱？还是他们都看不起我，故意只送我一个铜钱？他郁闷地打开第三个，打开后，里面依然只有一个铜板。这秦二哥也不是真心接纳我的，他是不是还想让柳十七做他妹妹？他咬牙再打开下一个，还是只有一个铜板。这次他彻底沉默了。谁啊？小堂妹，是我呀，你大堂哥。我睡下了，大堂哥有事？我就是来问问，送你的生辰礼物喜欢吗？这是在羞辱我吗？我很喜欢，喜欢的不得了。十七，我是你亲娘啊。十七，我是你爹，这是你外祖父。快带十七回家吧，这日头眼看着就大了，别晒着啊。好，十七啊，跟娘回家吧。阿福，快去看看，庄老大他竟然把庄严给卖了。翠花，怎么回事啊？庄严的孩子还病着，都起不来了，怎么就忽然被卖了呢？不知道啊，听说庄老大都已经收了钱，咱们赶紧去看看才是，说不定还能挽回呢。阿福，快走啊，再晚就真来不及了。庄月走时可是让咱们多照顾庄严一些的。翠花啊，你先去，我一会儿再过去。娘，我也想去看看，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娘领你去看看。十七啊，外祖父也陪你一起去看看啊。好啊，外祖父一起。爹要一起去吗？爹回去做饭，等你们回来吃。相公，咱们中午就吃面吧，今天可是女儿生辰呢，把家里的老母鸡宰了也炖上。好，听你的，我再去周家看看，换点猪肉啊或者鸡蛋什么的。长英啊，你把我晒的蘑菇也都炖上啊，咱们今天好好的吃一顿。好，爹，你们赶紧快去吧。十七啊，你大哥二哥估计晚上才能回来，你三姐在你表姨家帮忙，今天是赶不回来了，
你千万别介意啊，他们知道了你的事儿都很震惊，也很心疼你，都想要尽快见见你的。娘，我知道的。庄家有3子，老大、老二、老三。以前呢，家里穷，几乎揭不开锅。庄家老二庄玉就被卖了，听说是机缘巧合之下，最后进了宫，当了太监。后来庄玉混得还不错，就是咱这儿的县令见了都得毕恭毕敬。庄玉10几年前从外面弄回了一个孩子，起名叫庄严，说是给他传宗接代的，让庄老大跟庄老三帮忙养着。庄家老大老三原本是不愿意的，但庄玉给庄家盖了大房子，买了良田，还留了很多银钱，庄家一度成了这村里最有钱的人家。庄家老大老三就高高兴兴地养着庄严。可是最近几年，不知道庄玉在外面发生了何事，已经好几年没有音信，也没有再给过钱。庄老大跟庄老三刚开始还能善待庄严，可时间长了就越来越不待见庄严，书不让读了，衣服也是穿庄老大孩子剩下的，勉强有口吃的，天天干着又脏又累的活，也只能睡在柴房里。他们这是认定庄玉不回来了，所以使劲折腾庄严。听说是庄老大的3儿子要娶媳妇儿，彩礼不太够，庄老三也打算给儿子说亲了，所以这才打算卖了庄严凑钱呢。那庄稼宅子和地都是庄玉给庄严的，他们不想养庄严了，就分出去单过，干嘛把好好的孩子给卖了呀？真是丧尽天良。当年就卖了庄玉换钱，养活了庄家一大家子，现在这不就是卖庄玉的孩子吗？他们家呀，不管过得怎么样，就喜欢卖人换钱。你们不记得了吗？庄家3兄弟的娘就是被他们爹给卖了，做点妻。哎，真不是东西。庄严，怎么这么耳熟？好像听过。哎，怎么想不起来了？或许也就是个路人甲吧，跟自己的原身一样，也就是个炮灰。哎，我都有些同情他了。路人甲、炮灰是啥呀？不过庄严确实值得同情17真是个心善的好孩子呀。他又听到闺女心声了，他果然病了，还病得不轻。他脑子有些乱，莫非是之前他偷李婆子家菜的报应？我去，弱柳扶风的超级美少年，这种地方竟然会有如此角色！妈呀，好想亲亲抱抱举高高呀！让我来抚慰他受伤的心灵。心里震撼极了，他竟然能听到他的心声，这实在不可思议了。他刚才是不是看我了？对，他就是看我了。他真的太赏心悦目了，真想弄回家天天看着。来来来，姐姐会好好疼你的。庄严，庄严，庄严，庄严。哟，丫头，快别叫了，我知道你喜欢他，我脑子都快炸了呀！闺女这是一见钟情？怎么可能？能听到他的心声，应该是疯了，才会有如此的妄念吧。为了我更好的生活，让家人都能脱贫致富，我决定了，赌一把，学学吕不韦，奇货可居，也学学女主，认个哥哥。咱们赢货2气，人我就直接带走了。不知道我这侄子进了潘府，是做洒扫下人，还是做少爷们的书童啊？这毕竟是我侄子，我还是想关心一下。进了潘府，自然由老爷夫人安排。你别说是侄子，就是亲儿子，已经卖进我们潘府，就和你家再没有什么瓜葛了。潘府？
我记得县城里面有一个潘府，说潘府的大姑娘是给京都某个大人物当良妾，所以潘府在县城的地位很高，潘府的下人都可以横着走，比县令家的架子还大。但是半年后就被人寻仇，整个潘府都被杀得鸡犬不留。后来才知道是潘府主子为富不仁，荒淫无道，肆意践踏欺辱府中婢女。潘府公子更是个变态，就喜欢美貌娈童，每月都有好几个美貌少年入府，最后都生死不知。县衙官差办案，最后在潘府后院挖出几十具小小尸体，有的都成了白骨。这孩子既然进了潘府，以后你也不要瞎打听，是死是活都和你们无关。哎，是，我们以后绝对不瞎打听，是死是活都跟我们没关系。你个丧良心的老东西，这庄家宅子和田地都是庄玉买给庄严的，你们不给庄严也就算了，还敢卖了庄严，你们也不怕庄玉哪天回来要了你们的命？江翠花，你少给我在这儿胡说，庄玉是我亲二弟，这宅子跟地都是买给我们的。就是，地契房契上都是我和大哥的名字，可没有庄严的名字。那是因为当时庄严还太小呢。庄严只不过是我二小叔从外面捡过来的孩子，养了他这么多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他除了长得凑合，剩下的一无是处，连活都干不利索。现在也是他该报答我们庄家的时候了。卖了他也才换了10两银子，可是他从小到大花了我们多少钱呢？就算哪天我二弟回来了，大不了我把自己的亲儿子过继给他，不比这个庄严轻啊？就是，我也可以再生一个儿子过继给二哥，肯定比这个外来的强。庄严还伤着，就是你们买回去也做不了工了，这何必呢？不需要他做工，躺着伺候人就行。看来我想对了，就是那个潘家。庄严进去就是给潘家大少爷当娈童的。嘿，你竟然敢打老子！操，他好厉害！哎，近看更好看了。庄哥哥，庄哥哥，先提前叫叫，适应一下。多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庄哥哥不用客气。哎呦，真是没眼看呢，这都叫哥哥了。等会儿，这走向有点不对啊。17这丫头到底喜不喜欢庄严啊？这怎么有些不懂了呢？这位小姐，你们的人为何阻拦我的人啊？我们是正规的买卖，又没有犯法，你们这样做我很为难呐。看气度，您应该是潘府的管家吧？一定是很得潘府老爷夫人的重用。对，我是潘府的管家，这次前来就是特意给府里买人的。不过这位小姐您怎么称呼？我姓柳，最近刚从京都回来。小人见过柳小姐。管家免礼。柳小姐，既然管家是来买人，就得买知根知底清白人家的人。本小姐说的对吗？要不买回去一个祸害，岂不连累了潘家？那你说你在潘家那里还能落好？你放什么狗屁！我们怎么不是清白人家？你才是！哪来的劲！哟，这不年不节的，这老婆子怎么就给本小姐跪了？本小姐可没有压岁钱给。你个贱，手指不要了，本小姐可以帮你剁了。打不过。
看庄老大和李氏被打，大佬会高兴的吧？他打他们是为了我，想让我高兴。管家有没有好好查查庄哥哥的身份？回柳小姐的话，庄家老大说是他侄子，还不是亲的，是捡来的。那你知道庄哥哥是被谁捡回来的吗？他的父亲是谁？庄严他爹可是在京都皇宫里当差的。就是，县太爷见了他爹都要小心说话的。对啊，他爹每次回来都是坐着高头大马。我二哥是个太监，但是已经4年没有音信了，指不定已经没了。你们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这人我们不要了，退钱。搞定！我真是个天才，大佬终于不用被卖了。真的，二叔已经4年没有回来了，一定是死了。管家，这么好的皮囊，那可是不多见，你真的舍得放弃？潘家大少爷会很喜欢的，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就算自己不用，送给其他人，想必也是很好的。现在还真不好办，我毕竟不是真的刘府大小姐，多用这个身份很容易穿帮，而且他们已经银货两讫，确实不违法。这下要怎么办啊？这个人带走。我已经尽力了，不能为了大佬就大杀四方。我一个人还能跑了，但我不能不顾家人的安危。大腿也是有能力的时候才能抱，别再把家人再搭进去。管家，请等一下，我说几句话，自会跟你们走。多谢钟爷爷、福婶儿和翠花婶子救我，不过大家不用为我费心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认命。这位柳小姐，今日多谢，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今日的恩情。如果这辈子没有机会，那就来生。死就死了，最后再搏一次。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管家啊。柳小姐，您还有什么事儿？没什么，就是想说庄哥哥的父亲还活着。这柳小姐怎么会知道？之前离开京都时才见过庄公公，他现在是太子殿下身边的总管太监，还和我爹柳昌宏拜了把子。这怎么可能？你说谎！你说谎！这原本是庄公公托我父亲送来的，我父亲又指派了我亲自走一趟，要不然我好端端的来这里干什么？呀，那我就说嘛，这个小姐那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以前没见过。对呀，看那白的，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本就是送趟银票，谁成想竟然会遇到这种事啊！那银票怎么办？庄哥哥都被卖了，那给了庄哥哥银票，是不是就等于给了潘家？那我还是先不要给庄哥哥了，还是让父亲联系一下庄公公，看这银票怎么办吧。钱给我，每次都是我们替庄严保管的。你真逗，你们不是把庄哥哥都卖了吗？人都不是你家的了，还想要钱？真是想钱想疯了。都怪你，出的什么馊主意，白白损失了100两，你可是100两。老二居然真的还活着。事情已经这样了，已经得罪了二哥，但咱们是亲兄弟，一定不会对咱们怎么样。把钱还我，然而我们不买了。钱想要回去门儿都没有，既然不买了就赶紧滚吧，要不然等我二哥回来，我可要和我二哥好好说道说道，就说你们潘家强买强卖，以权压人。妈逼的，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你们
真是无耻！咱们彼此，我二哥可是在太子身边做事儿，你如果识相，就赶紧带着你的人滚吧。没门儿，退了钱我们才走。师姐啊，要不你先回家？不行，就差一点了，不能功亏一篑。是，这也是啊。要不你去那边树下躲会儿吧。我没事，等事情结束了再说。柳小姐，你……庄哥哥要说什么？庄严脸红了，摇头，他袖子里的手帕就赶紧收回。丫头啊，要不咱们出钱把庄小子咱买回去吧，咱们耗着那也不是回事儿啊。外祖父出钱？我没带钱啊。估计你娘有。我只有1两银子。多谢婶子和众爷爷，我无以为报，但你们也不要为了我破费了，我不值得。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未来大佬现在也太可怜了。柳小姐手里不是有100两吗？既然是庄玉给庄严的生活费，那直接用这个钱把庄严买回来不就行了？对呀，庄公子有100两，可以自己把自己买回去。MD 失误了，我的100两好像马上就不属于我了。要不说行善也得有钱呢。好吧，钱是死的，人是活的，就当是提前给大佬投资了。柳小姐，给您，只要给我10两，庄公子就自由。您也可以和您父亲京都的庄公公交差了。我们潘府呀，是真的不知道庄公子的身份。这件事纯属误会，潘家和柳家也是世交，可千万不要为了这件事生了嫌隙才是啊。管家能找得开钱吗？能找。我刚好带了。柳小姐，那我们告辞了啊，后会有期。庄严啊，今天的事儿啊，就是个误会。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今天是我和你大伯的错，我们向你赔礼道歉啊！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庄玉也是我的亲二哥，你也要原谅我们呐啊！咱们家就是日子过得艰难，我和你大伯才出此下策的，你千万不要怪我们呐，我们也是不得已的啊！对呀，庄严，我们都是太苦了，都是身不由己。你2个哥哥都要成亲，对方要的彩礼，我们实在是凑不出来。不过现在好了，有了二叔送回来的100两银子。柳小姐，不是我说你，刚才就不应该给你管家钱。我们再拖一会儿，他肯定就放弃了，不要钱就走了。现在倒好了，白白浪费了10两银子。给了就给了，还剩90两，也够他们兄弟娶媳妇的。哼，我倒要看看未来的神武大帝会不会是个耳根子软的，都被欺负成这个样子了，还会以德报怨，原谅这群烂人。如果大佬选择原谅了他们，那我就只能呵呵了，那我也会尊重他人命运，远离煞笔。哼，你们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再听你们的话？你们错了，从今日起我和你们再无瓜葛。庄严，就算我们一时鬼迷心窍，但是也没有真的卖了你啊，你不是还好好的在这里吗？你一个小辈怎么和长辈说话呢？我们有什么做的不对，你也不能生气呀，你还懂不懂孝道？哼，那些书都白念了。行了，庄严这孩子今天确实委屈了，我让你三婶子给你做饭啊。对，三婶子给你做你最喜欢的糯米团子、清汤面，再加一个荷包蛋。柳小姐买了我，是我的恩人，所以从今日起，我就是柳小姐的人。我的人？什么叫我的人？
洗衣叠被、暖床、生娃。柳小姐，那剩下的90两银子你就交给我吧，我替庄严收着。啊，还有庄严的卖身契和断亲书。为什么要给你？你是他谁？我是他三叔。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你们断亲了。你现在不是他三叔，你们庄家人都和他没关系了。大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们怎么说都是一家人。这放什么狗臭屁！庄严是被庄玉捡回来的，跟你们家哪儿来的什么连经啊！我呸！而且这钱是我闺女的钱，不是庄玉送回来的。你不是说我二哥他在太子身边当差？庄哥哥他爹啊，抱歉，我不认识。可是你刚才还说演戏而已，和你们现学的。怎么样，精彩吧？怎么说，庄严也是我们庄家人。那我花钱买了它，你想要买回去也可以，一共20两。明明刚才是10两。我看你们不顺眼，所以坐地起价。怎么，不高兴咬我啊？你们刚才不是还说都是误会，让庄哥哥原谅你们吗？那现在就拿出些诚意来，快把庄哥哥买回去啊！庄哥哥，现在是我花钱买了你，还有你的断亲书，所以现在庄哥哥是我的人了。是，我是你的人了。既然是我的人，那就得听我的话。从此以后，你和庄家人再没有任何瓜葛，以后不许和他们家的人讲话。当然，他们要是犯贱找你，你就直接给我打回去，知道吗？好，都听你的。庄严，你……哎呀，有时候对付烂人真的可以直接动手，打不死就往死里打。果然，大佬才不是软柿子。庄严，他可是你大保姆。时间很晚了，先回家吃饭吧。我做了一大桌好吃的。好，相公，咱们一起回家吃饭。庄哥哥干嘛不走？我现在没地方去。我可是花了10两银子买你，你现在是我的人，那自然是要去我家呀。哼，小小年纪不学好，一个姑娘动不动就说一个男的是自己的人，真不害臊。想来呀，不是个安分的。你闭嘴！哎呦，杀人了，杀人了！小畜生杀人了！庄严，你再让我听见你们敢说柳小姐，我杀了你们！庄严，以后就是我家17的童养夫，将来大了也会入赘我们家，所以谁如果要是再敢在这儿说闲话，我老头子就撕了他的嘴。你说啥？还有权宜之计，权宜之计吗？要不然呢，庄严老待在咱们家呢也不自在，也会被外人指指点点的，以为他是咱家买回去的下人，这是会被人欺负的呀！啊！再说了，咱们村子里还没有谁家有下人来。原本想把卖身契和断亲书还给大佬，看来还是等等再说吧。主要大佬现在好像小白兔啊，真怕他不小心自己把自己给卖了。那好吧，就当我的童养夫。那庄严就当是外祖父送给17的生辰礼物。外祖父，你这个礼物也太不走心了，还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你买的是个下人，而外祖父则送给你一个未来的夫婿，这怎么能一样呢？对吧？柳小姐今日生辰。你叫我17就行，别叫柳小姐，怪别扭的。17？
哎，这才对嘛，庄哥哥。既然是一家人，我爹娘就是你爹娘了。哦，还有我外祖父就是你外祖父了。来，快叫爹娘，叫外祖父。爹，娘，外祖父。好孩子，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家里又多了一个干活的，不错，不错啊。走，咱们回家吃饭去。另一边，潘府，他说那小子的父亲是太子身边的总管太监，还姓庄。是的，柳家大小姐真的这么说，还说柳长虹大人和庄公公拜了把子，奴才是怕给主家招来祸端，所以才……太子殿下身边的太监没有一个姓庄的，所以你被骗了。因为前太子心腹姓庄，现太子不喜，所以他府里姓庄的都杀了，估计全京城都找不出几个姓庄的。公子恕罪，奴才这就想办法把人再弄回来。人先不急，最近先低调点，以后有的是机会。你确定那个是真的柳小姐，不会也是个假的吧？回公子，他说他父亲是柳长虹，而且他头上的白玉簪子和大小姐回门时戴着的那个很像，应该是京都宫里出来的东西。还有，他的气度也像个京城贵女。过几日在县令府有场宴会，你跟着一起去。如果她真的是刘府的大小姐，一定也会去的。是，奴才一定把人找出来。刘府，过几天县令府的宴会，让大小姐一起去。大小姐她可能会不适应。这小小的沂源县宴会她都不适应，那之后回了京都，参加京都里面的宴会，她怎么办？难道一辈子不见人了吗？哎呀，我好好的女儿，怎么竟然是报错了？天下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事？哎呀，老爷也是，报错了就报错了，干嘛又要换回来？他其实说的是气话，其实他知道报错以后也支持换回来，还想着两个女儿一起养，他不缺钱，但是老爷说什么都不同意，非要把17送村里去。大小姐还小，慢慢教，会好的，皮肤也能养回来的。宴会那天让她戴上面纱，别让人看了去，我丢不起这人。是，我这就去吩咐。我们住在这边，外祖父住左边，你三姐和住在右边。17啊，你现在先和你三姐一起住，行不行啊？好，没问题。庄严啊，你就和他二哥柳正一个房间吧。柳正在他先生家读书，不常回来。我记得之前你是读过书的，正好柳正房间里有些书，你可以看看。多谢娘。哎，好孩子。都快来吃饭吧，今天是你生辰，要吃长寿面。多谢爹。庄哥哥，你太瘦了，得多吃点。不吃菜怎么能养好身体？怎么能长得高大健壮？将来怎么上阵杀敌？我决定了，既然是投资，怎么能不下本钱呢？大佬的身体我负责了。外祖父，您也吃。爹娘，你们也吃。这个送你。柳昌英看好是送了，他也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柳17，是他临时决定要送的。昌英啊，我说你怎么送丫头一个匕首啊？我也不知道送她什么合适，就当是给17防身了。我去，这匕首整体乌黑，没有光泽，刀柄上有云纹，整体弯曲像月牙，而且又轻又小。这该不会是那把乌云吧？削铁如泥，杀人不见血，这可是好东西啊！
他竟然知道乌云，他怎么会？多谢爹，我很喜欢。哎呀，这玩意儿可要好好收着，别被人随便瞧见，要不然我会倒霉的。爹也真是的，明明是天王贵胄，却躲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蹉跎一生，带着全家人受苦，是有病吧？外祖父也送你一个生辰礼物。您不是已经送过了吗？童养夫。哎，那只是开玩笑啊，对，开玩笑的嘛。爹，你怎么又拿出来了？这可是咱们家的传家宝，我呀，当然要送给我的外孙女儿。啊，传家宝？对呀，这可是咱们家的传家宝，只要你能够带上，这就送你了啊！这么小，估计我2、3岁时才能带上吧。我去，带上啦！哎，别摘，带上啊！啊！柳时奇原地消失了。柳时奇揉揉眼睛，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哎呦，这里真大呀！莫非这里还有其他人在？是如何会来到这里的？莫非他又死了，然后才会穿越到这里？他轻轻抚摸手环，忽然眼前一花。怎么回事啊？时奇，你刚才怎么突然消失了呀？你快吓死娘了！时奇，你不是你刚才怎么忽然不见了呀？我刚才不见了。对，时奇，你刚才忽然就不见了，就是凭空消失了。哎呀，吓死我们了！但是马上又出现了。时奇，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在柳家学过什么变戏法呀？要不然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外祖父，我没学过变戏法，那是柳家，不是戏班子。那你这怎么回事啊？应该是这个手环吧，我就是摸了一下，然后就不见了。柳时奇摸了一下，他又消失了，然后又很快地出现在大家面前。这真的是因为这手环？这怎么可能呢？那你刚才消失那一下，你是去了哪儿啊？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些什么呀？我好像到了一个大宅子里面，里面很大很大，感觉比京都刘府还要大。我竟然找不到大门，我真的只是消失了一下？那就奇怪了。我感觉我在大宅子里待了很久很久，久到我都忘记了时间。时奇啊，要不你先把手环摘了吧，这也太怪异了。这万一再消失回不来了怎么办呢？这手环真的是咱家的传家宝，老祖宗又不会害了自家的后辈，肯定不会有危险的。可是没有什么可是，我记得我爷爷传给我的时候啊，曾经说过啊，真正的传人，他如果戴上这手环，确实会出现神迹。估计这消失了一下，就是神迹。娘，把手给我。柳时奇拉住他的手，瞬间，我也去了那个宅子，里面真的好大好大呀，里面还有苹果，而且苹果还能吃呢。相公，你快尝尝，是不是能吃？能吃，好甜啊！是吧？我说的没错吧？我去，甜，真的好甜，而且好大呀！直接又将手放在了庄严肩膀上。这里有些诡异，你们别走太远哈。你娘呢？怎么没有见你娘啊？还有庄小子呢？原来我不用摸手环，只要想进去就可以来去自如，还可以将多人带进去。
而且人放在里面，自己出来也没有关系。父亲马上就知道了。柳时期一把拉住柳长英和钟老头的手，心里默念静。哎呀，这真是太神奇了呀！这个地方真神奇，我感觉我的伤似乎都不疼了。确实是看着好了很多。外祖父，我怎么觉得这地方阴森森的？要不要进去看看？要不然咱换个地方，这儿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地方。哎呀，来都来了，进去看看吧，总不能有鬼吧？这还真说不定。本来这地方呢，那就鬼气森森的呀。而且我发现其他地方都是彩色的，就只有这地方竟然是黑白的，就连楼上的灯牌跟灯笼，那都是黑白的呀！我的妈呀！怎么觉得这个地方是个灵堂呢？里面会不会都是棺材？墙上还有个大大的垫子。去！你瞎说什么东西呢？石七啊，你这难道就一点都不怕吗？上辈子杀了那么多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如果这里面有鬼，估计见到我也得绕道走。如果老天觉得我作恶多端，在这里准备收我，那我也无话可说。钟老头一惊，上辈子杀了很多人，他外孙女的上辈子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没有喝孟婆汤吗？为什么还记得上辈子的事？石七，你爹，石七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石七进去了。这个楼好奇怪啊！我有些担忧石七，咱们也进去看看吧。好，我们走。忽然眼前场景一变。石七，你没事吧？娘，我没事。石七啊，那个黑楼里有什么呀？为什么好端端的会都出来了呀？我进了门后，门就自己关上了，里面黑漆漆的，我隐约看见远处有光，可是还没有走过去就出来了。没事的，没事的，咱们都安安全全的，就没事。石七啊，以后没事不要到那里去了，那里实在是太诡异了。看来这手环就是进入那个宅子的钥匙，而且只有石七能驾驭。对啊，传家宝以后就是咱们石七的。对，传家宝就是石七的。哼，那是因为巧儿没有试过，要是巧儿试了，估计会是巧儿的。是你二哥柳正回来了。正儿，怎么说话呢？石七才是你亲妹妹，快和你妹妹道歉。凭什么让我给她道歉？她就是被刘府惯坏的大小姐，一点都不懂得友爱兄弟姐妹。哼，我怎么不友爱兄弟姐妹了？你做的那些事啊，我懒得跟你说。娘，咱们家养了巧儿12年，不能因为她回来了就不认巧儿了。我听说巧儿在刘府过得并不好，估计就是她走之前在柳家说了什么，才让刘府的人对巧儿不好。正儿，你发什么疯？一回家就说这些有的没的，这是把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外祖父，原来这就是我亲二哥，呵呵，眼睛长在头顶上，如此目中无人，还不辨是非，怪不得后来会被好友背叛，不仅不能再科考，还被打断了腿，送到了小官馆。哎呀，我看呐，真是活该。但是他明明没有张嘴啊，莫非是听到了他的心声？哟，还敢这样盯着我看？要不是你是我亲二哥，都不用别人动手，我就先打断你的腿。你真是没有教养。正儿，怎么可以如此说你妹妹呢？快给你妹妹道歉。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不是说今晚才回来吗？你二哥其实人很善的，对人也好。他的好友刘勇家境贫寒，你二哥还经常带他来咱家吃饭呢。
你二哥还会将书本借给他看。人家刘勇原本把他当朋友当知己，结果柳正一根筋，拿人家的真心放狗屁。刘勇家境十分贫寒，柳正常常接济他，刘勇其实是感激不尽的。但柳正最不该的就是把刘勇生母的事情说出去。刘勇的母亲是个青楼妓子，母亲怕影响了他将来的生活和声誉，小小年纪就将他送给了一对好心夫妇收养。而他母亲则继续卖身赚钱，挣了钱都会偷偷的送给他的养父母。刘勇也算是无忧无虑的长大，直到他长大，养父母悄悄地告诉了他的身世。刘勇还算正派，知道他母亲做皮肉生意，也并没有嫌弃，还想着用功读书，将来挣了钱就能把自己的母亲赎出去。但这样大的事压在心里，刘勇每天心事重重的。柳正发现他有心事，就问他。刚开始刘勇并不想说，但柳正和他是多年的好友，想着他不会对外人说出去，于是就告诉了柳正。哪成想柳正竟然说了出去。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正儿，你在说什么？爹，我没有，我真的没有。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乱说？你能听到17的？爹，你要说什么？莫非你也不信我？你刚才说什么？什么重要的事？什么信不信的？爹，你能听到柳17的？这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柳正也能听到柳17的心声，而且也说不出来那几个字。放松放松，爹知道你要说什么。真的？父亲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也能听到。这是柳17奇怪，还是咱们中邪了？17的事先放在一边，现在啊，先说说你跟刘勇的事。刘勇告诉我他亲娘的事，我真的没有说出去。我也知道这事儿如果说出去了，之后肯定会影响刘勇的人生，我还没有这样卑鄙无耻。那有没有可能你是在无意之间说的？不会，应该不会的。行了，具体怎么回事查查就知道了。现在咱们提前知道有这么件事儿，那一切都还来得及。不过柳17他好生奇怪。17是你的亲妹，你当哥哥的不指望你保护她，但也希望你不要欺负她。我也不是欺负她，只是她的行为我实在看不惯。正儿，你是亲眼看到柳17欺负柳石巧了吗？可是巧儿说，爹，你不信巧儿？巧儿可是在咱们家12年了，什么品行您不知道吗？我只信证据。你忘了之前巧儿打破了一个鸡蛋，怕被你娘说，就诬陷是星儿打破的。那时候她太小而已。我只是说，巧儿是人，也未必不会说谎。你小时候跑出去玩，还告诉你娘是去别人家借书呢。爹，我知道了，我不会再听别人一面之词，我会去查证的。对，不管谁说的话都不要轻易相信，都要查证一下。如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还要多番查证，否则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那后果可就严重了。你也不要再对17出言不逊，知道吗？毕竟她是你的亲妹妹，第一天回来就莫名其妙被自己二哥指责，她心里该有多难受啊。17的秘密也是咱们家的秘密，这个秘密你千万不要对外说。爹，你放心，我一定不会乱说的。话说刘勇的生辰是7月初10，到时候你二哥会陪他过生辰，也不知道你二哥有没有准备礼物啊？哦，对啊，柳正有没有准备生辰礼物我不知道，但我记得就是刘勇过生辰的那天晚上，柳正就出事了。这样算算就是3天后啊。我会出什么事儿？他一定是瞎说，我不相信刘勇会害我。刘勇托了他亲娘，在黑市上弄了些秘药，
全部用在柳正的身上。等柳正失去意识的时候，就打断了他的一条腿，然后将柳正扔去了小官馆。柳正被人玩弄了好几日，最后才被人发现。后来他不仅不能再上学，因为这次的经历他羞愧难当，趁着家人不注意，最后自己跳河死了。不是我说的，刘勇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这些年如此照顾他，他这是恩将仇报。你这样急急慌慌的是要干什么去？我要去问问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明明没有对不起他。你就算这样着急的冲出去，他也不一定说实话，万一这里面有什么误会，或者17说的是假的呢？那我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着吗？万一真的如17说的那样怎么办？我岂不是很冤？也跟你一起去，也可以帮你把把关。好，谢谢爹。正儿，你匆匆回来是不是还没吃午饭呢？要不吃点饭再走吧？我回来前吃过东西了。有什么事咱们等晚上回来再说。我就是去趟正儿的书院，帮正儿去取些东西。那你们快去快回啊。天黑之前就回来吧。听说最近附近来了山贼，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饭后钟老头又亲自给庄严治了伤。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最近几天那都要好好养伤，很快就能好，很快就能好啊。大佬没事就行。话说那个刘勇自从被柳正断了仕途，也是有奇遇的。刘勇几年后无意间遇到了神武大帝，也就是庄严。刘勇虽然没有功名在身，但是他很擅长谋略，后来成了神武大帝的幕僚。最终神武大帝上位，刘勇也做了大官。刘勇是个很孝顺的人，给自己母亲赎了身，一直奉养着养父母和生母。张哥哥，你好好休息吧。阿福，你干嘛撞我呀？啊？哎呀爹，这分明是你撞我的嘛！哎呦，阿福，你的头是石头做的，你这么硬啊？爹，我是你生的啊，我的是石头，您的是什么呀？你们这是怎么还能撞在一起？没什么，哎呦，我在扫地呢，一时没看见。没什么，我就是老了，走路没瞧见。那娘和外祖父慢点哈，尤其是外祖父，万一真的磕着了，可就严重了。还是17知道心疼我这老头子呀。这些东西就都交给娘啦。你这是干什么呀？娘怎么能拿你的东西呢？你拿着自己用就行了，不用给我。这些也不是全给娘的，我想让娘看看，给家里人分分。我这次回来也不知道该送大家些什么，也就拿了这些东西，希望家里人能不要嫌弃。这个东西我老头子要了，等我过世了，我要带到棺材里去。外祖父，有钱就要生钱花了，干嘛要留在棺材里？人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我可是记得，外祖父可是一直活着，活到了全书完。你外祖父的身体比你爹还好呢，肯定能活到100岁。肯定能。另一边，爹，我进去找刘勇，一会儿找到他，我就把他带出来。哎呀，真没想到，刘勇的亲生母亲竟然是个妓女啊！对呀，这样的身份，怎么还好意思和咱们一起学习啊？就是士农工商，商人都在最末，那妓女啊就更是低贱。幸好啊，之前我离得他比较远，也没怎么说过话。我也是。李兄，你是怎么知道的刘勇生母的事？不是你说的吗？我什么时候说的？就是
就是昨天晚上啊，韩夫子请所有学子吃饭的时候。你那时候喝了点酒，估计有点醉。那刘勇呢？今天有来学院吗？刘勇呢？他来过了吗？他已经被开除了呀，今儿早收拾东西已经离开了。那样的身份学院怎么敢收啊？要是被其他人知道，咱们学院的名声就毁了。哼，还真是我说的，我毁了刘勇，毁了他一生，怪不得他要如此，我对不起他，我是活该。爹，咱们去哪儿？咱们去刘勇家。事情还不到最坏的结局，一切还有挽回的机会，我们还有时间。正儿，你得先要振作起来，我们才能想办法。好，我一定想办法补偿刘勇。这次的事儿确实是我对不起他。谁呀？你找谁？崔姨，我是柳正，来找刘勇的。柳正来了呀，那就太好了。也不知道勇儿出了什么事儿，感觉他今天很不开心呢。你是他最好的朋友，来了正好和他说说话，他会很高兴的。最好的朋友，我不配。好。你来了，有什么事？你先等一下。你亲娘的事情真对不起，我昨晚喝多了酒，无意间说了出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以后会戒酒，再也不喝酒。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愿意弥补你，你要怎么对我，我都愿意承受。真对不起，我一会儿也去退学，我真的想要弥补你，只要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再过3天就是我的生辰，你有给我准备生辰礼物吗？我有准备，我老早之前就准备好了。好，那等3日后我生辰的时候你再过来吧。我今天心情不好，就不招待了，你请回吧。对不起，爹。刘勇怎么说？刘勇他说他现在心情不好，不想和我说话。他问我是否给他准备了生辰礼物，还说3日后来他家给他过生辰。看来他是不愿意原谅你了。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喝酒的，我毁了他一生，他要怎么对我都能理解。人生路很长，难免会犯错。可是这个错误明明可以避免的，他是信任才告诉我的，可是我竟然背叛了他，我真是该死。正儿，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不能一味的在这里唉声叹气，得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够弥补这次的过错，然后下次注意不能再犯。这么大的事我还能弥补吗？刘勇失去了上学的资格，将来也没办法再考试，我一个小小学子如何能弥补得了啊？你不是说刘勇很想赎他亲生母亲出来吗？那咱们就帮他赎出来。赎出来那一定需要不少钱吧，咱们家怎么能负担得起？钱不够就借。其实你娘存了不少钱，除了要准备你读书外，还有你们兄妹成亲的钱，所以家里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紧张。爹，我知道了，不过爹，我想要退学。你确定？是，刘勇被我害得不能上学了，我还有什么脸再回去？好，一会儿就去退学，顺便把东西都拿回去。爹，可我不知道刘勇的母亲在哪里啊，连他母亲叫什么我都不知道，这要如何赎出来？这个或许得问你妹妹17了，她似乎能够知晓未来，知人所不知。对，咱们回去问17。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赶紧回去。爹，今天是巧儿的生辰，咱们现在离着县城不远，要不要就顺便过去看看她？我给巧儿准备了生辰礼物，想要送给她。巧儿现在是刘府的大小姐，不再是你的妹妹，你的亲生妹妹是柳17。我知道，但是我们和巧儿在一起10几年，这10几年的情分不是假的。
爹知道，但或许巧儿并不想要见咱们。柳石巧不会想要咱们这样的穷亲戚经常提醒他以前的身份。其实对他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打搅他的生活。这巧儿不是那种人，他不会嫌弃咱们的。时间还早，你想去就去吧。到了刘府以后，你是谁呀？有什么事儿？我要见柳石巧。我们刘府里的大小姐，是你说要见就能见的？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一照。我不是登徒子，我是他二哥，路过县城过来看看他。呸！我们大小姐的亲二哥可是我们府上的二公子，怎么会是你呀？少往脸上贴金，不过就是个杆子打不着的穷亲戚，想要打秋风，也是赶巧了。巧儿妹妹，巧儿妹妹，二哥，你怎么在这里？今天是你的生辰，我和大小姐，您忘了夫人的话了，在外不能乱说话。二哥，你要是没事就先走吧，我现在不太方便。今天是你生辰，二哥给你带了礼物。不用破费了，我已经有礼物了。天也很晚了，你赶快回去吧。我还当什么好东西呢？就这，还没有咱们府里粗使丫鬟的东西好呢。大小姐，您可千万别眼皮子浅。是，我不需要，你拿回去吧。留着你搞清楚，我现在是刘府大小姐，怎么会用这么粗糙的东西？这可是我精心……行了，我知道了，我现在用不上这些，你还是把它送给你的亲妹妹柳十七吧，这东西估计她更配。柳十七今天回去了，过得还好？是不是很不适应，要死要活的？我听下人说，她当时哭着求着要回刘府呢，可惜她只是个假千金。巧儿，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呀？我怎么了？我说你亲妹妹，你不乐意了？果然你也向着她。我二哥没有。行了行了，反正我确实不是你家人。我和爹娘、大哥、大妹都把你当家人的。哼，你是看我现在发达了，所以才把我当家人吧？你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一直把你当家人。得了吧，以前就偏心大姐，你们都只知道大姐的好，从来都是责怪我，我可都记得呢，不用哄我。没有的事，是有时候你淘气。你看，一有什么就说是我的错。行了，我不想和你说这些。这个生辰礼物，我说了半天人话，你听不懂。我都说我不要了，不要了，你非要给我。我现在是刘府大小姐，什么好东西都有，我可不是你们村里的村姑。巧儿，这是你二哥的一片心意。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家的姑娘了，我是刘府大小姐，我真的不需要这些。你们以后也不要过来再找我了，我娘会不高兴的。巧儿，这可是爹呀，养了你12年的爹呀，你怎么可以如此？他才不是我爹，我爹是当朝刑部郎中，正五品官，才不是这个村夫。关门！正儿，算了，他说的又没错。没想到他竟然这样，真是个白眼狼。爹，我们走。门内，我刚才是不是很过分？他们毕竟是养了我12年的爹和兄长，我却如此不留情面地说他们。小姐，您快不要这么说了，您做的没有错，是他们看不清形势，非要贴上来。明明您已经很为难了，他们还不依不饶的，就是不肯走。对呀，我原本来到刘府就没几天，还没有站稳脚跟，他们却总是来捣乱，这明明就是害我让亲爹娘不喜。
就是刘府大夫人才是小姐您的亲生母亲。小姐，奴婢在整理您的东西时，发现您生辰的礼物盒子都是空的。小姐，您是放哪儿了吗？要不要奴婢帮您整理一下？不用，我自己整理就好。对了，我好像还要和嬷嬷学礼仪，现在得赶紧过去。啊，小姐，你别跑啊！嬷嬷说了不能跑。人是很快就知道了柳石巧他们在门口的事儿。真是不该把她给接回来。一个大小姐原本应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看看她，门口有点动静就自己跑出去了，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而且还和村妇一样，在门口就和人理论上了。小姐还小，12岁不小了。京都的贵女到了12岁，很多都已经开始相看人家了。可你看看她那个样子，哪家公子能瞧得上？这也怪不得大小姐，她以前是没有人教而已。她既然已经回了咱们府上，还不知道跟那边断干净，优柔寡断，还不知道形势，蠢还不自知。这也怪不得大小姐，是那些人总是过来找她。那得想个办法，不要老是让他们找过来才是。要不老奴亲自去一趟，许给他们些利益，让他们不要再纠缠了。光这样也不行，他们万一以为拿捏住咱们，以后得寸进尺怎么办？那夫人的意思是，少几个人去警告一下。好，老奴亲自去挑人。吓唬吓唬就成，不要伤到人命，要不处理起来太麻烦了。是，包在老奴身上。不着急，明天再去也不迟。夫人，老奴不明白，为何咱们不早点把大小姐带回京都呢？其实小姐看不到那些人，小姐也就不乱来了。而且这里的水土不养人，如果早些把小姐带回京都教养，还能早点成为大家闺秀。不行，老爷传回信来了，说最近1年咱们都得待在这县城里。这是为何啊？老爷说京都的局势紧张，让咱们先别回去，尤其是石桥，不要被人算计了去。估计也是希望在这1年里能把石桥给教好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名门闺秀。当然也是为了不被人发现真假千金的端倪。还是老爷想得周到。17小姐在的时候，虽然从来不出门见客，但也怕有人见过17小姐。这次把2位小姐换了，石巧小姐贸然回了京城，容易被人认出来。但是如果1年以后再回去，石巧小姐又长大1岁，都说女大18变，再有什么不一样的也能说得过去了，到时候就不会被人发现了。哎呀，正是这个理儿。行了，把之前准备给他的教养嬷嬷全都用上吧。衣食起居、行为举止、针织女工、管家理事，都给我学起来，务必在1年内把他给教好了。哦，最重要的还是他那张脸，一定要白才行。哎呦，这一天天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真是不让人省心。他们刚走到屋门口，17，今天是你的生辰，这是大哥送你的礼物。多谢大哥，我非常的喜欢。17喜欢就好，等过几天啊，大哥要是抽了空，大哥再给你做一个会动的小老虎啊。大哥这是把我当小屁孩了，要给我做各种玩具啊。不过也挺好。那就多谢大哥了。二回来了。我也刚回来不久，不过爹跟二弟这是去哪儿了？这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啊？他也不隐瞒，直接说了今天的事儿。这么快就查到了？这怎么回事啊？和原本的情况差了好多啊。
刘正，你嘴巴是没有把门的是吗？怎么什么话也敢乱说？是我的错，是我口不择言。出了这种事儿，这可如何是好啊？我想把刘勇的生母赎出来，换个身份，我觉得这是弥补的最好方法。然后给刘勇和柳正一起换个书院，这样就彻底没有人会知道。对，这样刘勇或许会原谅二弟。正好，我最近刚得了一些银子，差不多有1两，就先拿去用吧。实在不够的话，我去借一些。娘这里也有一些，而且下午17他还给了娘一些，凑一凑，差不多有个7、8两吧。这是17给我这老头子的，估计能换上个10几两吧。现在你们拿去用吧。哎呦，我的棺材本哦，一下子就被败家外孙给活没喽！哎呀！柳昌英和柳安也没想到，柳17第一天回家，竟然就给他们家送钱，还是这么多钱。这怎么感觉17有些傻呢？有钱怎么不自己收起来呢？但又让人心里感动。柳17是真的把他们当成一家人的。孩子，你不必如此。女孩子更要自己存些钱傍身，不能全给了别人，即使是父母、亲兄弟姐妹也不行。是爹，我以后知道了。现在事情紧急，就当是爹借你的，之后会给你补上。真的不用，原本也是想要送给家里人的。不行，这件事听爹的。对，17听你爹的。好吧，听爹的。不过现在倒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不知道刘勇的母亲在哪儿，叫什么名字。如果我们能在3日内，也就是在刘勇生辰之前找到他的母亲，并且把他赎出来，或许刘勇才会真的原谅正儿。唉，算了，惩罚到此为止，不为刘正，就为了一心想要帮他的家里人吧。不过我是不会轻易原谅他的。这下难办了，刘勇母亲的事该怎么说出来呢？我和刘勇都不认识，贸然说出刘勇母亲的下落，大家肯定不会信吧，还会以为我发神经。我们信啊！17，你快说吧，你快说吧。有了，就说我会算命，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提供线索，爹他们就好找了。其实我这些年在刘府也学了些卦象占卜，如果你们实在没办法，要不让我帮你们算一卦？好，那17要怎么算卦？那父亲就在纸上写一个字。全？我爹为啥会写这样一个字？莫非是想吃狗肉啦？爹这个犬字就代表了爹现在的心情。怎么说？你看，犬字里面有一个人，而人上面一横，这就像一个人张开了手臂，似乎在求救。那上面一点呢？小妹，那能看出他在哪里吗？呵呵，这个时候知道我是你小妹了。今天中午的时候，不是只有柳石巧才是你小妹吗？这个点也揭示了方位，那就是东北方向。东北方向？哪里的东北方向？是镇上还是县城？是咱们这里的吗？还是别的地区的？还是爹再写一个字吧。这么巧不愧是我爹，和我心有灵犀。这个应该是在附近县城，也就是新源县，而且青楼名字里应该就有一个青字。那能算出叫什么名字吗？爹再写一个字。小。春眠不觉晓，名字应该叫春眠。
小妹真厉害。唉，小意思，就是不知道准不准。你们可以先查一查。这个小字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尽快，最好不要超过后天破晓。所以爹你们就赶快去找人吧，要不然过了后天早晨，刘勇只会更恨二哥一些。因为后天早晨青花楼会迎来一个变态顾客，他听说春眠有个会读书的儿子，就出于猎奇心理故意折磨春眠，不仅打残了春眠，还会毁了春眠的脸。17说的是个线索，我们明天一早就去县城查查，如果确定是刘勇的母亲，那我们明天之内就必须把她赎出来。一定要成功啊，不管花多少钱。那就把所有的钱都拿上，以备不时之需。救人要紧，但也不能让老鸨给坑了，让他漫天要价。所以最好是用些手段，逼着老鸨心甘情愿把人低价卖了。不过这种事情我应该不用操心吧，我这个腹黑的爹应该能搞定吧。哎，庄严呢？那小子呀，他下午醒了，就奇奇怪怪的，一句话没说，直接就出去了。大佬一个人在外，不会又被庄家人逮住给卖了吧？庄哥哥，你刚才去哪儿了？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啊，没什么，就是出去走走。庄哥哥不要太难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快吃饭吧，大哥也回来了。是我的错觉吗？庄哥哥好像哪里不一样了。石溪妹妹，快去吃饭啊！好，吃饭。吃过了晚饭，庄哥哥有事吗？我总觉得现在的大佬和上午时不太一样。还真是敏锐呢，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这个是我送你的生辰礼物。这未免也太珍贵了些吧，庄哥哥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这人不是都被人卖了吗？哪里来的这么好的东西？该不会是偷的吧？怎么和我有点像？呸，才不像，那些本来就是本大小姐的，所以她一下午出去就是去偷东西了。这大佬偷东西，这也太炸裂了。这是我之前偷偷藏起来的，没让庄家人发现。我不能要，庄哥哥你自己收起来吧。果然就不应该听他的，烂好心。你看人家不要吧。不，石溪妹妹你一定得收下，你算是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无论如何都想要报答你，这个就算是我的谢礼。石溪妹妹晚安。那算了，等他长大了我再还给他吧，现在就暂时替他保存着好了。刘17刚放好玉佩，就听到有人敲门。你有事？该不会是大晚上为了那个柳石桥又来指责我吧？哼，真是讽刺呢，自己的亲二哥竟然向着外人说自己亲妹妹，呵呵。今天中午的事是我错了，希望小妹能够原谅我。哎呦，不敢，别一会儿你再说我得理不饶人啥的，我可担待不起。对不起，小妹，都是我不分青红皂白胡乱说你。行了，自家兄妹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兄妹间拌嘴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这个银簪子是我送小妹的生辰礼物，希望小妹你不要嫌弃。这该不会是想要送给柳石巧的吧？然后柳石巧不要才给了我。这是我专门给石溪你做的，就是做工粗陋了些。好啊，既然是你送给我的生辰礼物，那我就收下了，多谢。这可是银子做的，傻子才不要。而且这个图案确实是很漂亮，
哎呀，没想到啊，我这傻不愣登的二哥还有设计天分呢。傻不愣登？哼，不过他说很漂亮的。小妹，这个簪子你先收着，等我攒些钱再重新给你做一个更好的。那就多谢二哥啦。天色晚了，小妹你赶紧休息吧。好。钟老头在屋里忽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谁啊？大晚上的不睡觉。爹，是我。这么晚不睡觉，你们是要干啥呀？爹，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们说。主要也是这个房间离着柳17和庄严睡觉的地方最远。钟老头眨眨眼，没办法，只能让开。所有人都进了他的屋子。这么晚了，你要说啥呀？这莫不是二弟的事？不是正儿的事，我是想说17的事。17那丫头能有什么事儿啊？不过17那丫头刚回来，咱们确实是应该说道说道，不能像正儿那样无缘无故的欺负她了。我已经和小梅道歉了，她也原谅我了。爹说的对，但是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你们是不是也能听到17他的听到什么呀？不是，你到底想说啥呀你？今天中午那会儿，我之所以忽然和正儿一起去他的书院，是因为我们听见了17的知道刘勇3日后他生辰时会给正儿下药，然后打断正儿的腿。17说刘勇还会将正儿送到小客馆被人侮辱，最后正儿会受不了屈辱自杀。刘勇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正儿酒后失言，说出了刘勇母亲的身份，害得刘勇不能再上学了。所以我们才会急匆匆的去了书院，想查查这件事的真假，结果全是真的。你是说你和正儿也能听见17的？我和正儿确实能听到，只是那2个字怎么也说不出来而已，是个说字也不行。爹，你也能听见吧？哟，我还以为我疯了呢，我这想着我是不是快寿终正寝了，闹了半天啊，不是我的原因啊，你们也能听见啊。所以爹娘外祖父还有二弟，你们都能够听见小妹的。所以安儿也能听到。这也太神奇了，小妹是不是神人啊？不知道，但是好几件事17都是未卜先知，和神也差不多了。那咱们要不要告诉小妹啊？咱们能够听到她的这，我感觉我们这样偷听是不是稍微有点不太好？咱们都说不出那几个字，就说明那个或许是被老天爷限制的。我们要是说了什么被17发现，或许是违逆天意啊，对我们和17或许都不好。而且17似乎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如果咱们告诉他了，他或许因为害怕就不敢再想了，这渐渐的会和咱们产生隔阂，不会再信任咱们，这样就太糟糕了。我也觉着呀，这个应该是天意啊，天意。或许就只有咱们自家人才能够听到他的这，咱们家人呢又不会害他，对吧？倒是要试试看外人是不是能听见啊。如果外人也能听见，那这就不好了呀。啊，爹，这几日你可以观察一下。好，交给我。我觉得这样对17挺不好的。17已经12岁了，心里的秘密都让咱们知道了，这不好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我不想骗小妹，我怕她以后知道了，发现咱们一直在骗她，会伤心。我那个，其实吧，我觉得咱们其实不要这么着急下决定，毕竟小妹今天才第1天回家，我们还不了解小妹，等稍微再熟悉一些，有些话才好说嘛。安儿说的对呀，我们确实不应该太早下决定，最起码
把刘勇这件事情处理好，万一有什么纰漏，说不定石溪那里还能想办法弥补。谈得差不多，大家都有些困，柳昌英要走。你是不是该振作起来了？好，姐姐这就给你去送。大哥，他可真叫得出口啊！那老婆子比我逝去的外祖母都老。这叫能屈能伸，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儿子受教了。你大哥这是为了谁？大哥，你为了我如此能屈能伸，真是辛苦了。爹，是不是？伯母您好，我是刘勇的好友，我叫柳正。柳公子你好。这是我的父亲柳昌英和我大哥柳安。伯母你好。你好，我是柳正的爹。你们好。我们刚才已经通知了刘勇，他一会儿也会过来，咱们先坐下再说，可好？不知叫我和勇儿来是要做什么？伯母，我们想将您从青花楼里赎出来，我们想给您赎身，让您恢复良疾，不再受人摆布。伯母，我说的都是真的，您信我。可是为什么？因为是我对不起刘勇，我想要为我犯下的错误赎罪。刘正干脆直接把这2天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春眠听到自己儿子竟然不能读书了，感觉整个天都塌了。刘勇，你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勇儿，你真的不能读书了？对不起啊，娘。对不起刘勇，对不起嬷嬷，都是我的错。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的身份，勇儿何须如此？都是我这个当娘的害了他。这件事我作为柳正的父亲，我得向您道歉，是我教子无方，但我看在2个孩子多年的同窗之情，不想破坏他们之间的情谊，也不想推卸责任。事情一出，我们就想着尽量做弥补。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你们要如何弥补？第一，我们先把你母亲从青楼里赎出来，这样你母亲就是良疾了，你身上就没有了污点。第二，你和柳正一起换个地方读书，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你过去的事情，不仅不会影响读书，也不会影响考试。给我娘赎身，还给我换地方上学？我虽已不年轻，没有多少价值，但是想赎我出去，老鸨一定会狮子大开口。那么多银子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这个我们已经想到了，而且已经凑了一笔钱，数量应该差不多。但我想着要把你赎出去，你出来后也是需要过活的，所以我并不打算把所有的钱都给老鸨给讹了去，尽量想个办法压低赎你的钱，然后将剩下多余的钱给了你，让你以后生活用。还有，你一个单身女子出来后没有地方安身也不行，我和我妻子我老丈人都商量过了，只要你不介意，可以认我老丈人为父亲，我妻子就是你的姐姐，你以后就生活在我们村子里，这样你以后就有了实实在在的落脚地，说起来也有个出处，不怕别人欺负。看对面的柳正3人，他毕竟还不熟，多年青楼生涯，他知道人心易变，所以还是不敢交底。这件事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如果觉得可行，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如果一切顺利，今天就能把你赎出来。好，听你们的，需要我怎么配合？这里面是我老丈人配的药，你一会儿吃了，2个时辰后身上会出现很多红点，还会高热不断，一般的大夫查了会认为你得了怪病。我老丈人说这药吃了后3天后就好，你不用担心。你们什么时候来找我？傍晚时我会假装你以前的一个官人去给你赎身。好，我等着。另一边，庄严啊，你还是好好休息吧，不用这么着急干活，
你腿上还有伤呢。娘，没关系的，外祖父说我稍微动一动会好得更快。我是让你稍微走动走动，我没让你干活啊，这是。我也没干什么重活呀，闲着也是闲着嘛。你去喂鸡吧，坐在那个板凳上就行。堂堂未来的神武大帝，现在却在这里坐着小板凳喂小鸡。哎呀，真是暴殄天物啊！17起来了，饿不饿呀？娘给你准备了些吃的，你洗漱一下就过来吃点吧。早啊，17妹妹。张哥哥早，你是在喂鸡吗？17妹妹，我给你打水洗漱。庄严啊，你慢点，我来就行了，你快别动了。这是我今天早上爬山的时候看见的，啊，你拿着玩吧。上辈子加这辈子第一次收到花，没想到竟然是自己外祖父送的。这还真是让人感动呢。多谢外祖父，我超级喜欢。要不要一起去一趟村长家？去村长家啊？那说不定能见着男主的那个白月光，叫什么来着？郝千柔。两人一起去了村长家。傅妹妹，你来啦，这就是你那个亲闺女。哎呦，这可真白，长得真漂亮。这样一看，这个确实是你家的孩子。她叫17。17啊，快叫朱婶子好。哎呀，果然是大户人家养出来的闺女，看看这容貌，看看这派头。村长啊，我今天来主要是想把我们家旁边的以前林大爷那个老院子给买下来。你们也知道，我们家现在人口多，实在是住不下了。可以是可以，原本也是打算要卖的。但是那个院子前面、背后还有旁边，都还有一些地，你也全要了吗？那价钱是多少啊？如果光那个房子就要3两银子，如果再加上旁边的那些地，就要4两。哎呦，这有些贵了呀。不是我要你的钱，是房东出的就是这个价，我也没办法。傅妹呀，这一点都不贵，那些地加起来那可是好几亩呢，而且那地靠近水沟，浇水也方便得很。你不知道吧？那个房子和院子其实已经被别人看上了，是我们看那家人不地道，所以没松口，要不然早就卖出去了。谁家要买啊？这事儿啊，我也只跟你说，你千万别跟人说啊。好，我一定不说。就是杨师家要买，也不知道他们家发了什么财，平时都穷得揭不开锅了，现在突然有钱了，还能买房买地。他家杨晓不是前一阵子还在大牢里吗？这怎么这么快就放出来了？不知道，反正这2天啊就在村里头晃悠。姜老头家昨天丢了1只鸡，李婆子家丢了些菜，大家私下传就是杨晓偷的。好像他们家忽然有钱，也是他拿回来的。我估计啊，他又是去坑蒙拐骗了。郝氏一想到杨氏这样的人家有可能跟他们做邻居，心里就一阵不舒服。最后咬咬牙，还是出了4两银子，将旁边的院子和地都买了下来。郝氏心里有气无力，这下他们整个家都得吃土了。杨氏家是？杨家呀，就住在那边。他们家有1儿1女，儿子已经20岁了，就是个泼皮无赖，从小到大坏事干尽，没有哪家姑娘愿意嫁给他的。他家那个女儿啊，叫杨水，也15岁了，也是个不好相处的。上次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杨水一个不高兴，就把同村的姑娘都给推到水里去了，幸好那水不深，才没出事的。他们爹叫杨师，是个猎户，一身的蛮劲儿，一人就能打死1头野猪。反正他们这一家子吧，都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你以后见到他们就绕道走啊。杨晓，
那不就是前生为了男主毁了村长女儿郝千柔而联系的那个小混混？结果他好像是死了，具体怎么死的好像没提。这一次我不去找杨晓，那郝千柔应该会没事吧？这是村长家闺女，叫郝千柔。见过福婶子。千柔这是干什么去了啊？我去翠花婶子那里借了些绣花样子，打算绣些鞋垫子。这位就是17妹妹吧？你好姐姐，我叫柳17。你好，我叫郝千柔。我昨天就听别人说了，说17妹妹很漂亮呢，今日见了，果然很好看呢。看你把她夸得脸都红了。不过呀，我们千柔也是顶顶漂亮的姑娘啊，以后有空了叫你17妹妹一起玩啊。那到时候我也可以一起玩。他们2个小姑娘要玩也是和小姑娘一起玩，你一个大男人最好不要一起了。你别看他是杨晓。不能和我玩，也可以和我妹妹玩啊，我妹也是小姑娘。郝氏带着柳17回家。爹，你看这样行不？等把院子打扫出来，17、心儿就全部都住到这边，安儿、正儿、庄严他们呢就住咱们那边。那咱们吃了饭就打扫吧。他为了自己和大家今后的伙食，最后直接掏出50两巨款。17，你的钱娘不能要。娘，我想顿顿吃好吃的，不想吃糠咽菜。是娘对不起你，你就忍忍，娘一定给你弄好吃的。娘，这钱您拿着就是，我身上还有呢。其实我挺有钱的，所以您放开手脚花吧，没关系的。外祖父年纪大了，需要补补，爹娘哥哥们也太瘦了，也需要补补。我和庄严也需要吃些好的。好人有好报，恶人自有天收。哈佛，你知道吗？庄家老大倒大霉了。庄家？这又是怎么了？该不会又要卖人了吧？今天没有卖人，但是闹不好可能会死人。你们是没有看见，那庄家老大被人抬回来的时候啊，浑身是血，但是还有力气骂骂咧咧啊。出事？他出了什么事儿啊？我也是听说的，庄老大昨天晚上去了后山上，后来从山坡上滚下去了。有人说可能腿摔断了，也有人说可能后半辈子都要躺在床上度过了。不过这还没有找大夫呢，具体啥情况，我也不清楚。我记得几年后庄老大也是被人推下了山坡，虽然没有死，但弄了个半身不遂，只能躺在床上度过。后来家里人嫌弃他屎尿都在床上，就不再管他，将他直接扔到了柴房里住，一住就住了好多年，直到他过世。但当时推他下山的是长大后的庄严吧？那个时候的庄严最少也有20岁，也是为了报复庄家才这么做。可是现在早了好几年，庄老大同样的方式受伤，这也太巧了。莫非也是庄严干的？也不对啊，庄严现在小胳膊小腿，身上还受着伤，走路都不利索。而庄老大人高马大的，庄严怎么可能推得动？所以是庄老大自己不小心踩空才掉下去的吧？对了，昨天晚上庄严确实不在家，后来也是挺晚回来的。莫非他上了山？如果真是他干的，不由得紧张起来。如果他发现了他的秘密，会怎么对付他？会很讨厌他吧？那我一定会给他竖个大拇指。好样的，干得漂亮！就是不知道扫尾工作做得怎么样，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不会被人抓到吧？我要不要帮忙去庄家灭个口？多谢担心了，不过不用。哎，你们知道庄老大为什么大半夜不睡觉要上山去吗？总该不会是和人幽会吧？哎呀，小姑娘家家的不能瞎说啊！哎，17说对了，还真是呢。那你们知道是谁和庄老大幽会吗？几人都摇头。就是庄家老三的媳妇儿黄氏。黄氏？怎么可能呢？庄老大都能做黄氏他爹了。呸！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记得黄氏确实有个奸夫，但好像不是庄老大呀。这是怎么回事？是误会了，还是黄氏其实有2个奸夫？怎么剧情好像都变了？莫非是我到了这个世界引起的连锁反应？现在啊，庄家已经打作一团。庄老三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气得快把黄氏打死了。要不是庄老大受了重伤，他估计也想打庄老大。现在庄老三都怀疑自己俩孩子是不是庄老大的了，看2个孩子的眼神都变了。我可以证明，庄老三的2个孩子确实不是他的，但也不是庄老大的，而是那个奸夫的。庄老三怀疑错人了，黄氏的奸夫还是庄老三最好的哥们儿。李氏知道了庄老大和黄氏的事，也气得摔了很多东西，然后搜刮了家里好多东西和钱，打算回娘家。要不是老大家几个孩子拦，李氏现在已经走了。那3个孩子啊，也不是东西，还和李氏抢钱呢，说那些钱和东西是他们庄家的，李氏如果要闹就自己走，不能拿东西。哎，真是一群白眼狼，他们家啊就是活该。庄老大受伤没给请大夫啊？庄家现在乱做了一锅粥，所以暂时没有人管庄老大的死活。不过我估计再闹一会儿就会管了，要不然人就真没了。祸害1000年，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死掉的。看着吧，说不定过一会儿就会有庄家人来找钟大爷去给庄老大看伤的。去，我可没空。钟大爷，您要是真没空，不如就出去转转，别让他们一会儿堵家里了。我就是当着他们的面说，我不愿意去，我不愿意去。怎么着？他们还会帮我去不成啊？他们一家子都是小人，你又何必得罪他们？咱们村里人都知道他们家是什么货色，但出了村子，外人怎么知道？他们在外到处抹黑您，说您见死不救，哎，这何必呢？咱们今天下午正好一起收拾新买的院子，一会儿谁来了咱们也不开门啊，就当咱们都不在家。早知道还不如出去转转呢，也总好破被闺女啊拉过来当苦力啊。庄哥哥，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人，所以现在遇到点挫折不要放在心上，那些都不算什么。庄哥哥，你这样可不行哦，你不能总低着头。看着我的眼睛，哎，对，你要学会看着别人说话，你要学着挺胸抬头，绝对不能驼背。未来大了，可不能是个畏畏缩缩的怂包，一定得是个顶天立地、威武霸气的。哎，看来这方面我也得下功夫给大佬培养一下。幸好之前为了完成任务，我也假扮过贵妇，所以学过很多贵妇养成课。现在培养个贵妇应该也差不多吧。哼，这会儿看到小姑娘会脸红。哎，以后成了帝王，后宫佳丽3000，每天睡一个都睡不完，到时候估计就不会脸红了吧。嘿嘿，如此纯情的帝王，估计也就我能看见啦，还真是幸运的很。后宫3000佳丽，那都是他这样的吗？这样明媚动人。庄哥哥，这样就对了，要一直这样，知道吗？
要挺胸抬头，不能缩肩膀。对，就是这样，一定要保持住。现在或许不习惯，但是坚持几天就会习惯的。记着，无论遇到任何事，都要挺胸抬头，不论顺境逆境，气势上绝对不能输。好，听17妹妹的。张哥哥真乖。柳昌英他们正好也回来了。这女人这是怎么了？青春痘长了满脸，看着都有密集恐惧症了。这小子是刚从煤窑里出来，这么黑，头上顶个月亮就能装包青天了都。不过包青天又是个谁啊？怎么完全没有听说过呢？外祖父、娘、小妹，这位伯母就是刘勇的娘亲。伯母，这就是我的外祖父郝忠，我娘亲郝福和我小妹柳17，他是我小妹的童养夫，叫庄严。哦，原来这就是刘勇和他亲娘啊！爹威武，这么快就将人赎出来了，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银子。啊，刘勇好黑啊！哎，算了，不过脑子好就行。这可是未来的权臣，刘勇还是庄严未来的心腹谋士。一路上辛苦了啊！现在苦尽甘来，以后咱们一家人一起好好的过日子。我叫郝福，我以后怎么称呼妹妹啊？我原本姓白，单名一个双字。白双妹妹。哎呀，你要是不嫌弃呢，以后就叫我姐姐，我就对外说你是我远房表妹，是我姨妹，家里也没人了，这才来我家的。谢姐姐体恤。都累一天了，快吃饭吧。刘勇和白霜看满满一桌子菜，以为是专门迎接他们的，心里更加感激。柳17好奇他们是怎么办到的。这事儿啊，二哥和你说，这还多亏了外祖父的药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容易呢。弄了半天，人家脸上的疹子是外祖父给弄出来的。哎，等等，青楼那种地方，女人起了满脸的疹子，那多半就是病了。怪不得爹也够损的。刘勇哥哥，咱们俩站在一起，就像黑白无常。我确实是稍微黑了点啊！去，哪有这么说自己的呀？你大晚上的你胡说什么呢？您就像是阎王，凶得很。忽然，柳17压下唇角，眯眼看向远方的山上，他感觉有一道视线在盯着他们。哎，小妹，你在看什么呢？没什么，就是觉得白天看山很美，郁郁葱葱，充满生机。可是夜里看山，黑暗诡异，就像个躲在那里的黑色人影。如果我没看错，那边有人正在看着这里，不知道是路过的村民，还是什么奇怪的人。就在这时候，钟大爷，还请您帮忙去我家给我爹看看伤吧，他浑身是血，抽泣都进气少，快不行了。柳17轻描淡写的大概跟他们说了一下。柳妹妹倒是知道的清楚。好说，毕竟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今天没出门，也就知道了这么多了。还有些不知道的，要不庄家大哥给说说，你三叔的2个孩子到底是谁的种啊？他们以后是叫你堂哥了，还是直接叫哥啊？不过你们从小一起长大，叫啥其实都没关系吧，反正都是亲的。钟大爷，帮忙，人命关天。爹，天色这么晚了，您腿脚不好，万一摔了怎么办？庄家婿，你还是去别家看看吧。爹呀，您今天起来就一直咳嗽，应该是染了风寒吧，那会传染的，您传染给别人家了就不好了啊。是啊，人老了，
不中用喽。总是生病啊，而且这个时间段确实是有些太晚了啊。我老头子啊，我是真就犯困呐啊，现在这也没法给人治伤啊，老眼昏花，也看不清楚哟。你去别家问问吧，啊，去别家问问吧。我知道我爹那人不好，容易得罪人，但毕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杀人放火的恶事。那些小错事谁还没有过？钟大爷不能见死不救啊！毕竟我爹也是一条命啊！如果万一我爹没了，你良心上怎么过意得去啊？这人竟然在这里道德绑架！哼，可是我外祖父没有道德，所以不会被你绑架了。不行，我头晕呐，我难受啊！爹呀，您慢点啊，我一会儿就给您熬药去，一会儿喝了就能好了啊。好嘞。请吧，你再去找找别人。我老丈人确实病了，出不来门。柳17等他走了，又看向山上，那里黑漆漆的，什么人也没有。人走了，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妹妹，我觉得你住最右边那个房间最合适了。以后刘勇什么时候过来住，就住在东侧的小房间里，离你也近一些。哼，今天天色也黑了，刘兄你也别走了，正好住下来和小姨说说话。对，勇儿留下来陪陪你娘亲。想到今天的种种，还觉得不真实。明月照流水，把酒话有来，岁月如斯扶，情谊永不休。门外，刘兄，你这么晚还不睡啊？我睡不着，我有些话想对你说。对不起，刘正，我之前我误会你了，我以为你要害我，所以我是打算要报复你的。幸好有柳17这个妹妹，才让我没有倒霉被报复。哎呀，这也不能全怪你，是我乱说话才。咱们今天既然已经说开了，那这件事就一笔勾销了，以后谁也不要再提。好，以后咱们要是有什么误会，咱们说开了就好了。诗不错，就是字确实稍微差了一点。墨沾纸不离，花与叶不分，无与汝相交，天地云水间。他果然又说对了。所有人都睡下，整个院子变得异常的安静。忽然，黑夜里，柳长英瞬间睁开了眼睛，看向墙壁，视线太过强烈，想忽视都不行。就在他疑惑的时候，忽然西院一间房门也开了。17，你怎么出来了？出宫。爹，你呢？一样，不过你先去吧。我是晚上喝太多水了，所以起来尿尿。但爹估计是年纪大了，前列腺不好了，所以才会尿频吧。明天可以提醒外祖父一声，让他给爹配点药。我谢谢你，我不尿频。那个方向应该是有人，和晚上一样的视线，只是一直在盯着我们这边啊。可是为什么？柳长英挑眉，她果然没看错，自己这个小女儿特别的敏锐，能发现有敌意的目光。爹，你不去茅房？天冷，你快回去睡吧。他觉得山上那人也就只敢看看，不会走近，所以也不怎么担心。我爹那恐怖的武力值，要不出手，出手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干死一个人。杨晓回到家，大哥，你发什么疯啊？一回来就摔摔打打的，那个门再摔2下就掉下来了，你说欠羞吗？才甩给他1块碎银子。大哥，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是去打劫了呀？还有没有？再给我点，我刚好在货郎那看上一块布，想做身衣服呢。没了，
嫌少你就拿回来。多谢大哥。你认不认识那个柳家姑娘？你说的是柳心还是柳巧啊？我当然都认识了。哎呀，那柳心啊，就是个榆木脑袋，骂他半天都不带吭气儿的。那柳巧呢，就是个贱人，上次还诬陷我推别人下水，明明就是那人狡猾，自己掉下了水，还敢诬陷我。我下次见了他，一定撕烂他的嘴。他俩我也认识，但我说的不是他们，是柳家新换回来的那个姑娘，好像叫柳17。哎，我听别人说，那姑娘是和柳巧从小抱错了。大哥，你该不会是看上那姑娘了吧？怎么的？我都快20岁了，想娶个媳妇儿没问题吧？可以，你想娶10个8个的都没人管你，只要你能娶得上。哎呀，就是不知道那丫头能不能看上你。哼！大哥，你今天不是去村长家买院子了吗？院子买好了吗？咱们什么时候能搬啊？我提前和村长说了，他问我要5两银子。刚说准备回来取，村长又说要问问主家，说过2天给我答复。结果我今天带着银子过去问的时候，那村长竟然把院子已经卖给了柳家。他就是欺负咱们家没人，看不起咱们家。村长家就不是东西，平时克扣了咱们家多少东西，收粮的时候咱们家分的最少，有什么好处也不跟咱家说。他就是觉得咱们是外乡来的。哼，现在有钱买院子，还故意刁难咱们。还有那个郝清柔，自认为是村长闺女呢，每天都是鼻孔朝天，爱答不理的。哎，我好几次说想和她一起玩，她都没找过我一次，真是可恨的紧呢。哎呀，大哥，你能不能抽个时间教训教训她？你不是想娶媳妇吗？我看郝清柔就挺不错的。我又不是脑子有泡招惹郝清柔。你不知道村长和县里衙门有关系，他大哥还在县里当捕快，你是想让他哥抓我吗？大哥，你又不是没被抓过，这不是好端端的被放回来了吗？郝清柔也好对付呀，你直接把人给睡了，他成破鞋了，不就只能嫁给你了吗？难道他还能再嫁给别人啊？别人能不嫌弃他吗？杨晓不理他，他虽然不是个东西，但他还有脑子，知道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招惹村长一家的。他觉得郝千柔跟那位柳家姑娘比起来还是差远了。就是年纪还小了些，不过再养上2年正好成亲。今天爹怎么还没回来？不知道呢，近几天都回来挺晚的，是不是盯上什么大猎物了？你这些日子抽空就去柳家转转，去认识认识那个新来的柳家姑娘，帮我打听打听，看她喜欢吃什么穿什么。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呐。父难则母苦，母苦则子惧，子惧则家衰，家衰回3代。你现在既然是17的童养夫，将来也会是他的夫君，那你应该就从现在开始爱护他，照顾他，这不只是为了他好，同时也是为了你好啊。也是为了将来你们的子孙好，明白了吗？谢外祖父指教，我一定好好对待17妹妹。孺子可教也。柳17并不知道他的庄严哥哥已经被教育过了，只以为他就是客气。后来庄严还给他递帕子，给他倒水，给他搬凳子，他才发现他殷勤的过了头。真的呀？那也太搞笑了呀！哎呀，可不是，别以为他们都是大老爷，一个个都是正人君子。其实也就表面能看，私底下你不知道他们有多搞笑。有个大员外就喜欢姑娘们拿鞭子抽他，抽到皮开肉绽他才高兴，还喜欢让人使劲的踩他踢他，反正就是毛病的很。姐姐，
你是不知道，那地方不止男人会去，女人也会去。女人去干嘛呀？该不会去抓奸吧？也有些女人喜欢女人的。还有这种事儿啊？人心不古，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过呀，你别看那地方阿杂，但是其实也有好的。我之前有个姐妹遇到了一个富商，那个富商照顾了她1年多的生意，富商要去别的地方经商，就把她赎了出来，带在身边。她在外地生活了几年，别人也不知道她以前的身份。她还给富商生了1儿1女，2人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惬意。哎呀，那她确实是遇到个好人家。前些日子她和富商回来了，就在县里有好几家铺子，经营的大多是女人用的东西，生意还很不错。哎，如果姐姐想买什么东西，咱们倒是可以让她给咱们便宜些。柳安也快要娶亲了，确实需要置办些东西。等有空了，咱俩一起去县城里看看。好啊。娘，小姨，早上好。马上就50了，不是早上啦。能睡是福气，多睡会儿又不打紧。17啊，晚上睡得好吗？哼哼，谢谢小姨关心，我睡得挺好的，一觉就睡到了这会儿。这懒丫头，都快午饭了，你饿不饿呀？是一会儿直接吃午饭呢，还是先吃点东西垫垫呢？娘，就一会儿一起吃中饭吧。其实我现在也不饿。好，那咱们呢就一会儿一起吃。娘今天按照你小姨的方子，给你做了很多好吃的呢。那太好了。阿福，阿福，快出来，给你说个好玩的事情。这是我姨家妹妹，叫白霜，以后啊就常住在我家了。翠花以后多关照些啊。阿福，你知道不？昨天晚上庄家旭给庄老大找了个什么大夫？昨晚他来找我爹，但我爹身体不适就没去，也不知道他后面找了谁。他找了咱们村的涂大爷。涂大爷？涂大爷不是看牲畜的吗？可不会给人看病啊。对呀，对呀，但是他们家实在找不到大夫，可不就凑合了。我刚才遇到涂大爷了，涂大爷跟我说啊，庄老大伤的还挺严重，估计以后啊都下不了床了，屎尿都得在床上了。李氏听说后就闹得更凶了，非要回娘家，还说什么要休了庄老大。他们家孩子啊说什么都不答应。不过啊，我也理解李氏，庄老大如果真的瘫在了床上，还不是得李氏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着。3个孩子估计也是知道了这点，所以才不肯让李氏走，怕李氏走了之后就得他们照顾了。而且老大也要娶媳妇儿了，家里弄成这样还能娶媳妇儿吗？哎呦，这都什么事儿啊！皇室已经被庄老三打得下不了床了，听说脸肿得像个猪头。庄老三已经离开，不知道去了哪儿。庄老三家2个孩子在那儿哭，庄老大家的孩子理都不理。唉，一家人这次是彻底被打散了。我就说他们家这就是造孽，活该。庄家的结局差不多固定了，大佬心里应该也爽了，估计也不会再折腾了吧。柳17越来越认定庄老大的事情是庄严做的，就是不知道他瘸着一条腿，病病歪歪的是怎么办到的。你来干嘛？好婶子，我来找妹妹玩啦。杨水啊，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婶子家来了个妹妹，赶紧过来看看呢。哎，吃饭啊，嘿嘿，正好我还没有吃饭呢。姐姐，这是谁家姑娘啊？快叫进来一起吃饭。姐姐，你给我抹的药管用不？我好痒啊。吓了一跳。哎，小姨，你快别挠了，挠破了可就毁容了。再说了，你这可是会传染的，别离人家这么近，万一传染给人家怎么办？哎呀，
可是好痒啊，我忍不住，就是想要挠痒痒。哎呀，好痒，好痒啊，太难受了。哎呀，你别见笑啊，我这病也没多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痒。你刚才说你还没吃饭了是吧？正好进来一起吃，我们的饭也是刚做好，来进来一起吃。不了，我想起来了，早上吃的晚，现在还不饿，你们吃吧。哎，小姨，你是不是传染给我了？我怎么觉着脸上、脖子上都有些痒呢？我还是改日再来找妹妹玩吧，今天就先走了。哎，你别走啊！你不是来找我玩吗？好了，人走了，还走得特别快，我都追不上。你们可真是太逗了，这样就把人给吓跑了。这不是看姐姐为难吗？不知道该怎么赶她走嘛，所以我才出此下策的。这哪是下策呀，这明明就是上策。那个羊水应该不会再来了。好了，咱们吃饭了。羊水，他怎么会忽然来咱们家呀？平时咱们跟他们家又没什么交情，以前也不见他过来找星儿跟巧儿玩啊。于是把杨家也要买东院的事说了。反正咱们买都买了，他们家甭指望了。不过他们家没个好的，你们注意点，别着了他们的道啊。咱们村子不算大，整个村里大概有200-300人，70、80户人家，大部分人家呀都姓郝，属于原村民，还有一些外地迁过来的人家，比如杨家呀、周家呀、庄家、赵家等等。就刚才那个叫杨水的，小年纪就横行霸道，经常欺负村里的姑娘，一句说不好啊就会动手。他哥哥叫杨小，那更是如此。之前啊，才把另一个村里的青年给打残了，被抓了起来，送到了衙门。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就被放出来了。哎，娘，我听说咱们村里读书最好的就是赵家老三，好像叫赵华。您能不能给我说说他们家？我有些好奇呢。这赵家的赵华可是原书的男主，原生为了他最后都丢了命。我来了自然不会再像原主那样不要脸面的扒着男主不放，但多了解一些男人也是有好处的，说不定他有男主光环，是天命之人，紧急情况下可以借他的运势，逢凶化吉呢。17说的是赵家，哎呀，也是个可怜人家。赵华他爹赵许啊，以前也是个读书人，娶了自己老师的独生女魏氏。刚开始呢，日子也还不错的。这后来老丈人没了，可赵许读书多年，就只是个童生，秀才也考不中。都说读书人五谷不分，还有什么君子远庖厨啥的。这赵许啊，就每天在家里死读书，那家里大小事都不管。魏氏除了照顾孩子，还要下地干活，不到40人就没了。这魏氏过世之后，留下3个孩子，赵许还是什么都不干，家里的重担就落在了长子赵栓身上。那时候他也才12，老二是个女孩，8岁吧那时候，结果生了病，没治好，也没了。赵华那时候才4岁，也身体很不好，差点也没了。幸好啊，他遇到了一个高人呢。他遇到了什么高人？你外祖父说的高人啊，就是他。怎么的？他要不是遇到我，也没了。既然外祖父这么厉害，怎么那个女孩没了？哎呀，行，我那一阵子一直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那女孩已经没了呀。就赵华那样子，也是刚好有气，刚好有气。哎呀，我费了9牛2虎之力，这才把他救了回来啊。确实是你外祖父救了他。那男主挺没良心的，外祖父救了他一命，原主伤害了男主的心上人郝千柔，
男主也不看原主外祖父救他一命的情分，直接把原主给弄死了，真是白眼狼一个。赵家以前的那日子，那真是没办法过呀。赵栓那么小，天天带着赵华下地干活，回到家后还得洗衣做饭。他爹赵许就整天抱着个书本，知乎者也的，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也不肯干活，说是什么怕剁了读书人的风骨。哎呦，那赵许估计唯一做的对的，对家人有帮助的，大概就是教赵栓和赵华读书识字了。也幸好赵华是个好的，读书好又聪明，反正是比他爹赵许强，才16岁的年纪就中了秀才，这才让他们家改了些命运。去年的时候，赵栓都20好几了，终于娶了个媳妇儿，虽然是带着个女儿的寡妇，但好歹是成亲了呀。听说上个月吧，赵华和村长家闺女，也就是17见过的郝千柔定了亲。这要是再成了亲，那赵家的日子也算是真的好起来了。男主大哥娶了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女儿，这个女儿该不会是那位吧？未来男女主之间多次产生误会，好像就是那位的功劳。他自认为自己是男主的侄女，又和男主没有真的血缘关系，所以感情非常的复杂，心里一直爱慕男主，但又被身份所束缚。反正怪狗血的。当时看书时就特别烦那人。看书？怎么又有人来？这真是不让人消停。你们找谁啊？找你们家主事儿的。您是？我是县城刘府的人。你有什么事儿吗？不请我进去坐坐吗？你坐。我们大小姐既然已经认了回去，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去打扰她的生活。谁打扰谁的生活还不一定呢。这10两银子呢，你们收了以后，就不要再去打扰我们大小姐的生活了，最好是彻底消失在我们大小姐面前。这个桥段怎么有些怪啊？听着特别熟悉，就像是霸道总裁爱上你里面的富豪太太往贫穷女孩脸上扔支票，然后还得跟一句台词，拿了这些钱赶紧离开我儿子，再也不要出现在我儿子面前。可惜就是钱少了一些，才10两，可见柳石巧在柳家也不怎么样嘛。可是我毕竟养了他12年，我并不想打扰他的生活，我只是希望知道他过得好不好，难道这也不可以吗？20两，这是20两，我们大小姐不需要你关心，我们大小姐在我们府上过得非常好，只要你们不去打扰她的生活，大小姐只会过得更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想要你的钱，我只是……放心吧，我们家人以后都不会去你们的刘府，不过你们也不要再来了，我们也不欢迎你们来，请吧。希望你们能说话算话。慢走，不送。记住你们说的话，我们走。哎呀，柳长英竟然能一个人就猎了一头野猪，平时真没看出来呀。对呀，会不会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那野猪根本就不是他打的。这也有可能。第一次打猎受伤，所以才弄了一身的血，不过下次就不会了啊。打猎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这真是柳兄弟自己打的？是，不过估计他之前就受了伤，所以我才能打死他。行啊，有勇气猎杀野猪就行，以后上山咱们一起，互相也能有个照应。那这个猪能卖多少钱呢？这猪身上伤太多了，到处都是血口子，品相不大好啊。但是猪很大，应该最多能卖个7、8两银子。刘兄弟，以后你要是再打猎，尽量往一个地方下刀，这样品相好了，价格能卖到10两到15两银子呢。
而另一边，你就是柳家的大小姐。小女见过公子。啊，我听说柳姑娘是刚从京都回来的。是，回来没多久，好多地方还有些不习惯，让公子见笑了。哎呀，怎么会？柳小姐仪态万方，倒是这新源县小地方来了柳小姐才是蓬荜生辉啊。不知贵府上有几位小姐呀？是不是都如柳小姐这样蕙质兰心？我们府上自然只有我们大小姐一位千金了。啊，是吗？那柳小姐一定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小姐，咱们去那边看看吧，其他府上的小姐都在那边呢。不知公子怎么称呼？啊，我姓潘，名唤子瑜，礼尚往来，那能否告诉在下柳小姐的闺名？我叫柳石巧。小姐，夫人一会儿就会过来，咱们是不是先过去歇歇，等等夫人？你确定就是她吗？柳小姐今天戴着面纱，奴才有些看不清楚。但如果柳家就只有一个小姐，那肯定就是她了。知道了，你下去吧。大哥，你回来啦？娘，我今天遇到了杨慧，就带她一起回来了。等一会儿吃了饭，我再送杨慧回去。是吗？杨慧也来了？小妹，那就是未来的大嫂，是隔壁杨家村的。原来这就是杨慧啊，看着是挺老实的，没想到会做出那些事，真是人不可貌相。柳安不淡定了，很想问问柳十七，他在说什么？什么叫人不可貌相？二哥，你知道大哥和杨慧已经定亲了吗？好像还没有，不过两家都已经同意了，估计下个月选个黄道吉日就会定亲。那杨慧经常来咱们家吃晚饭吗？今天是头一回，我也是第一次见她来。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那幸好了，应该还来得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杨慧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不会像我一样，大哥也得罪了人，人家想弄死他吧？不会吧，不会吧。这时候不显怀，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得赶紧想办法让家人知道杨慧其实已经怀孕了才行，这样我们家才有理由不和杨慧家定亲，要不然再晚就来不及了。什么？怀孕？安儿，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带着杨慧来家里啊？我一会儿杨家该担心了。刘大叔，你不要怪安大哥，是我要跟着安大哥一起过来的，我家人不会担心的。小慧啊，你们毕竟还没有成亲呢，现在来住对你名声不好。你这样吧，趁着天还没黑呢，我和你柳大叔先送你回去。哎，对呀，这天儿也实在是太烦了呀，让你婶子跟你叔一起送你回去，甭让人家误会。是我考虑不周了，杨慧，你就让我爹娘送你回去吧，这样路上也能够安全些。姐姐姐夫放心去吧，今天我来做饭。我爹娘还是很明事理的嘛，做得好，要不然非得让杨慧算计得逞呢。十七啊，你觉不觉着那个杨慧有问题啊？外祖父也看出来了呀，外祖父果然医术了得，这怀孕才1个月他就能看出来。这我没看出来，我也是听你说的这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我今天看到他，我总感觉有点怪怪的。对，确实有些地方怪怪的，可不是怪嘛，杨慧今天来吃饭，明天也会来，后天还来，但不确定是哪天。吃饭回去的路上黑灯瞎火的，在路过的草丛里就要引诱我大哥，发生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啥？杨慧勾引我，这怎么可能？然后我大哥还算正人君子，就没有从了他，保住了名节。
杨慧目的没达到，没有成功让大哥背锅，但后来定亲后，家人还是发现杨慧怀孕了。大哥自然说不是他的，但杨慧说就是大哥的种，毕竟杨慧经常来咱们家，每天晚上都是大哥送回去的，谁知道他们路上发生了什么，大哥到时候有嘴也说不清。后来大哥没办法，只能娶了杨慧。石七丫头，我看那杨慧脚不虚浮也有点肿，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应该是怀了孕喽。外祖父牛逼！但是我相信你大哥的人品，肯定不是他的。我也相信大哥是正人君子。就我大哥那小胆，估计杨慧脱光了在他面前跳艳舞，我大哥也得看看四周会不会出现监控。就是不知道啊，杨慧那丫头，她是不是被人给骗了？这骗她的人又会是谁啊？这就不清楚了。不过，万一是她自愿的呢？这不可能吧？看杨慧，这也挺老实巴交的呀，对吧？他能自愿干出那种事儿啊？这谁知道？那得问他去。也是哈，估计也就他自己知道怎么回事了。除了他，估计就我最清楚了。我当时可是有好好看这段的，我还深刻记着他的心理独白：从小爹不疼娘不爱，白天干活，晚上还要饿肚子，以为自己的生活没了盼头，结果有人就送温暖，每天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还关心他过得好不好，哪个小姑娘不心动？所以说啊，女孩一定要富养，才不能让别人的三瓜两枣给骗了。骗钱，骗身，骗感情。但杨慧也不太属于这种情况，她是看着木讷，但脑子特别清楚。她其实明知道对方不怀好意，但她破罐子破摔，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还觉得这样挺好的。她其实在14岁、15岁的时候就为对方流掉2个孩子了，现在肚子里揣的已经是第3个了。杨慧遇到老实巴交的大哥想要娶她，她自然也不会说实话。流掉2个孩子，身体多少有些损伤，这次再怀上，她就不敢轻易流掉了，正好可以推给大哥，让大哥当背锅侠。即使和大哥成了亲，也没有跟那人断了关系。大哥知道后，想休又休不掉，最后一气之下离开家去外面干活，常年不回家。杨慧已经坏了名声，就彻底放飞自我，光明正大的跟那人勾三搭四，后来还生了老2、老3、老4。如果这次再闹不好，那大哥这次头顶又是一片绿油油，躲不掉喜当爹的命运，还能无痛有子1、2、3、4个。不对，好像还有个闺女。我说杨慧肚子里的娃，该不会就是他们村的吧？还真有可能哈。要不让爹去查查，说不定能查到呢。被外祖父说中了，还真是。哎呀，这也真是巧了，和庄家的皇室还有关系。因为那个奸夫就是皇室的姘头王任的儿子，叫王大成，人称小王。又过了1个时辰，小妹，走，二哥有话跟你说。咱们要不要先去稍微打问，看看是不是如同17说的那样，万一是误会呢？安儿，你和杨慧的亲事肯定是不能成了。爹，你已经确定了？之前咱们没有仔细去打听，这次我和你娘送杨慧回去后，还在他们村子里又逗留了一会儿。刚开始他们村的人还不说，
娘幸好带了些17自己炒的瓜子儿，分给那些老婆子一起吃。这聊着聊着，他们才说了实话。这不说不知道，一说还真是吓了娘一跳呢。杨慧家实在是不像话，杨慧她爹娘溺爱小儿子，才11岁，就是他们村里的无赖，小小年纪就偷看别人家媳妇洗澡，他家爹娘也不管。杨慧之前怀孕的事儿，他们村里就有传言，说她生活很不检点，她的二妹小小年纪也是有样学样，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反正很不像样。还有很多他们家的传言呢，都很不好，我就不在这说了，免得污了耳朵。反正咱们家是不能要这样的儿媳妇。原来小妹说的居然都是真的，我还真是看错了人。安儿啊，你也别太伤心了，娘亲会给你相看一个更好的，这个杨慧肯定是不能要的。这件事还不算完，咱们虽然没有和他们家定亲，但是杨慧确实有了身孕。常英说的对，既然怀了孕，那肯定会问究竟是谁跟杨慧有接触。那大家第一个所想到的肯定就是安儿，就怕不知道哪一天啊，杨慧这是值日包不住火，还是会把这脏水泼到安儿的身上。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啊。那我们安儿岂不是说不清了？到时候安儿的名声毁了，以后还能找到什么好媳妇儿啊？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不能让她有机会向安儿泼脏水。对，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坐以待毙。爹，你确定17说杨慧的相好是他们村的王大成？应该没错，还说是皇室的相好王任的儿子。这下就不会错了，一会儿我就去处理这件事。这么着急吗？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放心，不会有事的。庄严啊，你以后就是17的童养夫，除了照顾17外呢，别的方面也要努力才行啊，尤其是功课一定不能懈怠。我不指望你将来功成名就，只要考上个秀才就行，这样呢17也不会跟着你吃苦。这些是最近要学的书，你先看一看，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我。哦，是二哥。你这2天也准备准备啊，下月初1就与我一起正式进书院了，没事就多练练字。我听说清风书院的夫子们最看重学子的书法。是二哥。二哥，你不是有话要和我说吗？快说吧，什么事？柳正一愣，他哪有什么事，只不过是借口而已。二哥，你在心虚什么啊？当然是他的事啊。庄哥哥，关我什么事？庄严已经2年没读书了，肯定落下了很多功课，所以小妹你不说赶紧让他读书，还整天让他干这干那的，这不是耽误他吗？庄哥哥，我耽误你了吗？没有啊，17妹妹没有耽误我。杨慧，怎么是你啊？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呀？我想你了，所以就在这里等你。那正好，我今天买了酒，买了烧鸡，还有2个馒头，咱们一起吃点啊。2人进了屋子。哎呀，肚子里还有孩子呢，你小心着点儿。我还饿着呢，你不能先让我吃口饭。哎呀，你吃你的，我忙我的，咱们俩呀互不耽误。你真舍得我嫁给别人？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已经有媳妇儿了呀。你也知道我媳妇儿就是个母老虎，要是知道了咱们的事儿，咱们都得死。我这是担心你呀。我可是提前打听过，那郝家沟村的柳家人都很不错的，一定会好好待你。这样你们成了亲后，除了你相公外，还有我疼你，这多好呀啊！柳昌英的脸那是黑如锅底，气得差点冲进来，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他看了看不远处的谷仓和柴堆。大成，什么东西烧着了？哎呀，没有，我看了没有。咱们继续。
就在他们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赶紧拿家伙救火呀！怎么都不动了？杨二、杨三，你们两个把他俩摁住，其他人赶紧先救火。深夜，柳长英回了家。相公，怎么样了？事情都办妥了，放心，二可以再重新找媳妇了。今天放了把火，我也烧得慌，现在得灭灭火了。哎呀，你可真是的！哎，轻点，小心被人听见了。放心，当初修房子的时候，我特地把房子墙壁加厚了，隔壁什么也听不见。柳17刚好起夜。真是太不小心了，我听见了。不过我可以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爹娘，你们继续啊！说不定明年我就能再抱个弟弟了。你墙是弄得挺厚的，但是门好像不够厚啊，还有脸皮也不够厚。我脸皮不厚也得厚了，不管了，今天就先这样。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我先泄了火。明天就去换个门，厚厚的门。17丫头身板不大，但这胃口确实是挺惊人的啊！一般人家呀，这估计还真养不起。我还小，多吃饭才能长身体。你大哥呀，他就是现在，他这一顿啊，也吃不了这么多呀！啊，外祖父，你是嫌弃我了吗？哎，不是，我就是说说嘛。我家17啊，能吃是福，没关系，多吃点啊，吃。饭菜要是不够啊，那就把外祖父那份也给你吃，好不好啊？那感情好。听说小姨中午炖鸡，那2个鸡腿都是我的，外祖父不能和我抢。不得了了！阿福，你得赶快去隔壁杨家村看看。杨家村出什么事儿了？阿福啊，杨家村的杨慧，你们家是万万不要娶了，她昨晚出事了，哎，真是丢人的很。真是幸好了，你们家没有和她定亲，要不然跟着她是要倒大霉的。杨慧她出什么事儿了？听说啊，他们村一半的男人都看见了，杨慧和男人私通，被打了个正着，两人当时都裸着，真是丢死人了。柳17瞪大眼睛听着，哎呦，小姑娘家家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庄严啊，你带17出去玩会儿，大人们说会儿话。娘，我再过2个月就16了。这件事影响很大，影响很不好。今天天没亮就传到咱们村里了，听说那个男的叫什么王大成，还是村长的女婿，和村长家闺女啊才成亲2年，还没有孩子呢。这次村长老脸都丢尽了，说要将2人以通奸罪报官。村长的女儿是个泼辣货，那王大成还光着身子，村长女儿就直接拿着棍子打，把王大成开了瓢，身上没一处是好的。杨慧也没躲过，也被打了个半死。你猜怎么着？那杨慧被打了没2下，下身就流血了。原来她已经有了身孕。哎呦，这样的糟心玩意儿，真是打了活该。要不让人家柳安沾上了，肯定是要倒大霉的。哎呀，是啊，真是幸好还没和他家结亲呢。哎，这都什么事儿啊？要不说家里娶媳妇儿一定要认真相看，娶不好可是毁3代的。哎呦，这男人长得好，就是好啊，还能卖身赚钱呢啊！别人都是买童养媳，庄严真出息啊，卖了自己成了童养夫啊！庄严脸色阴沉地看过去，只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继续跟着柳17往前走。果然成了童养夫以后成了小白脸软脚虾。庄严，你老二是不是每天啊？就这他都不惜得出手。
你啧什么啧？你好矮，还很小。老子他妈比你高多了，你他妈才是小矮子呢，老子小不小？本小姐最讨厌别人站得比我高，废话比我多了。还有，本小姐最讨厌丑人，还那么不自知。十七妹妹，她叫郝聪，她跟她爹郝亨都是村里出了名的无赖，咱们打了她，后面会很麻烦。你个贱丫头，你他妈敢提起老子，老子一定要你！你骂我可以，但是你要是敢骂17，我弄死你！哼，我不管你是好葱还是烂葱，好蒜还是烂蒜。我是聪明的聪，我不是葱蒜的葱。无所谓，我管你是什么蒜。好气啊！你就是个孬种，连我也打不过。你大可以回去告诉你爹，是我打了你。不过我脾气不好，生气了连你爹都打。一个旋身后踢腿，一棵碗口粗的大树应声折断。妈的，这还是人吗？庄严心想，17真的好强啊，他比不上，他只会扔石头。听着，怂货，以后遇到本小姐就绕道走，否则我不介意把你一踢两断。突然，谁？这是谁干的？竟然折了我家的桃树！是他干的！是少叔，就是郝聪干的，我和17妹妹都看见了。不是我，这不是我呀！我这分明就是他踹断的呀！走，找你爹去，让你爹赔钱。这该不会就是男主赵华吧？果然一表人才，容易吸引女人注意，怪不得原生为了他做出那些疯狂事儿。哎，如果我身在这里，不知道前因后果，估计也会喜欢他吧。这位毕竟是未来的神武大帝，马背上的英雄，不学武确实说不过去啊。总不能上了战场上跟人耍嘴皮子吧？但是大佬师傅是谁，原著里也没有提啊。我的出现好像打乱了很多事，会不会把大佬的师傅也给弄没了？要不然我先教着，然后再慢慢给大佬找靠谱的师傅。那行吧，我教你。徒儿拜见师傅。这拜了师，将来不管怎么说，大佬都不能卸磨杀驴吧？古代人可是最重视尊师重道，欺师灭祖的事应该干不出来。行了，回吧。你从今晚开始练功，从扎马步开始。是，师傅。你还是叫我17妹妹吧，要不然我听着别扭。好。其实大佬比男主好看多了，我要是女主才不会让大佬只当哥哥的，当老公多好。哎呀，长得好，身材好，能力强，好像原著里大佬一夜遇3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庄严，他好想听不见呢。17啊，你要不下手轻点儿？很重吗？可是我当时被抽用的是沾了盐水的皮鞭呢，每天都是皮开肉绽的，旧伤还没好又添新伤。他们竟然这样对你啊！回来了，以后都不会有人这样对你了。妹妹，对不起，当时我还那样对你，我错了。17，小姨给你多做些好吃的。刘府为何会如此对你？我说的不是在刘府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应该说是我的上辈子吧。众人无语，上辈子？他还记得上辈子的事儿？受点火当时很难，现在也不觉得了，要不然哪里有这么好的身手？
我倒是觉得这苦没有白受。石溪妹妹，我这个动作标准吗？屁股抬高点，抬头挺胸收腹。既然要跟着我学武功，就不许偷懒。1天后，柳家3丫头柳星站在门外，半天不敢推开门。原本刘巧就是个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坏丫头，她多次在刘巧面前吃亏，可是现在回来的这个亲妹妹竟然更加凶残，竟然在打人，还打得那么狠，而且爹娘外祖父都不带管的，这样偏袒她。哎，谁在外面？咦，外面有人。三妹，你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干嘛不进来，站在门外干什么？快进来，快进来。三妹，快见见咱们的亲小妹17可好了。星儿，你回来了，可吃过饭了？吃过了。三丫头终于回来了。外祖父。哎，回来就好。快快快，来，见见你亲妹妹刘17。可以休息1刻钟，1刻钟之后再继续。自己先去上点药，喝点水。哎呀，这就是我的三姐刘星啊，果然是一个父母生的，感觉还不错，比那个柳石巧讨喜多了。在说话吗？怎么没看见他嘴巴动？莫非是我听错了，出现了什么幻觉？三姐你好，我是柳17，你叫我17就行。柳星抿唇，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确实是面前这个自称是他妹妹的人的声音。17别见怪啊，三妹就是这个性子，不太爱说话，对谁也都是爱答不理的，说实话有点闷。不呀，我觉得三姐很好。二哥这是多不了解自己的亲妹妹啊。对了，估计又是之前被柳石巧洗脑了，才会觉得三姐木讷不善言辞不好相处的。估计爹娘也觉得三姐性格不好，爱找事，动不动就欺负刘巧。其实根本就是三姐她长期被刘巧欺负霸凌，刘巧还故意在家人面前扮柔弱，让人误会三姐。哎，三姐原本就是个正常的小姑娘，被刘巧一顿神操作给搞得自闭了。你好，我是柳星，家里排行老3。三姐，我知道你哦，听说你跟外祖父学的一手好药理，什么药材都认得。牛逼，真牛逼。这是在夸我吗？不过我和外祖父学药理的事肯定是外祖父告诉他的吧。娘还告诉我说，三姐你很会画图，能把见过的草药都画下来，真是太牛逼了。竟然是娘告诉他的吗？可是娘什么时候知道我会这些的？娘不是一直不管我吗？心儿她竟然会药理吗？还能把草药的样子都画下来，这我怎么不知道啊？唉，其实娘也不是故意疏忽三姐的，主要还是刘巧太能装了，这才让三姐和娘的误会越来越深。我作为女儿的，只能尽量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了。这三姐近看长得不赖啊，眼睛像了爹，也是桃花眼，看脸型像了娘，是圆脸，比我胖点，但看着又很匀称，小鼻子小嘴的，头发又黑又亮，像极了上辈子看的电视里那个杨贵妃了，珠圆玉润的。哦，三姐你放心，我和刘巧不是一种人，我有什么高兴的不高兴的都是当面说，也不会和你耍手段的。你以后有什么不高兴的也可以和我直说，也可以和爹娘说。现在刘巧不在咱们家了，不会再有那些破事了。没想到他会如此说，好直接呀。希望三姐把心放宽，千万别把我和刘巧当成一路货色。我是来享受生活的，不是来玩那些勾心斗角的。我更不会像刘巧那样不择手段地争夺爹娘的宠爱和关注。好。心儿，
娘给你重新换了个房间，娘带你去看看吧。三姐，房间是我和娘、小姨一起亲自给你布置的，你可喜欢吗？刘星眨眨眼，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漂亮的房间。三姐，你快看看，喜欢吗？这是一只兔子，以后你难过的时候它就可以陪着你了。17妹妹，这也太漂亮了，可是你的房间看着就没这好呀。二哥，这是女孩子之间的事，你一个大男人不要掺和。咱们不住一间。是你一个人的房间，你妹妹在你隔壁。谢谢。心儿喜欢就好，以后就住在家里吧，不要再去你表姨那儿了。三姐，你也累了吧？赶紧收拾收拾，休息会儿。等休息好了，咱们再聊天。吃午饭的时候，来，三姐，这个兔肉特别好吃，你快多吃点。17啊，你三姐从来不吃兔肉的，你自己吃就行了。唉，看来有好多事情都需要解释一下，要不这样误会什么时候才能解开？难道真的要看三姐重蹈覆辙，过上凄惨的人生？娘亲，你怎么知道三姐不爱吃兔肉？因为从小到大咱们家炖了兔肉，你三姐从来不动筷子的。三姐，你不爱吃兔肉吗？刘星一愣，没想到他会问他。三姐，你就直接大大方方的告诉娘亲，你爱不爱吃兔肉？我在这里不吃兔肉，但我在表姨家一直在吃兔肉。可是你平时在家里……三姐，你吃，这个兔肉是小姨亲自给你做的，可好吃了。这鸡蛋味道也不错，三姐你快尝尝。唉，要不说伤人最深的未必是你的敌人，有可能是你最亲的人。三姐就是被家人忽视的太久，伤得太深，她现在估计谁也不信，也可能现在已经习惯了。娘亲估计根本不知道，当初三姐不吃兔腿，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兔腿了，最后一个兔腿被刘巧抢了。三姐要吃兔肉，结果刘巧在她碗里放了好多沙子，三姐没法吃，就把饭和肉都吐了。可是三姐那时候刚回家不久，也不敢说，娘亲看到了，还以为三姐不爱吃肉。刘巧时时刻刻缠着娘亲，娘亲没时间关心三姐，让三姐误以为娘亲不喜欢她，让三姐在这个家里越发的胆小，不敢说话。这一来二往的误会，不就越来越深了吗？心儿，之前你问娘要过几次钱，说是你表姨借的，是不是真的呀？没有，我从来没问你要过钱。刘巧之前从我这里拿过几次钱，说是心儿要的，说心儿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而且也不是心儿要的，是表妹着急用钱。我从来没有问爹娘要过钱，倒是刘巧和我说，娘亲经常给她钱花。一共多少钱？林林总总算下来大概有个3、4两银子吧。我之前就跟你说了，刘巧那丫头心术不正，谎话连篇，你就是不听了，还说她小，就是有些顽皮而已，等长大了就好了。心儿，以前是娘的不对，娘在这儿跟你道歉，娘以后都不会那样了。你是我的娘亲，你生了我，所以你对我做什么我都认了，你不用道歉。哎，三姐，你喜欢吃什么就跟娘说哈，让娘给你做。其实我也才回来几天，有很多东西不熟，以后也得麻烦三姐照顾了。哦，当然我也会照顾三姐的。好。哎呦，不行啊不行啊，得赶紧让三姐打开心扉才行，要不然三姐会义无反顾，不听家人劝阻，走上那条老路，继续被表姨一家子骗她嫁给表哥郑风了。她怎么会知道自己打算嫁给表哥的事儿？这个妹妹实在太奇怪了。
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而且他还能够听到他的心声。确定房门外没有人以后，嘿，三丫头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傻的？都怪我，是我对心儿的关心太少了。吉祥对她就特别的好，估计吉祥是把心儿当亲生女儿，心儿也是把吉祥当母亲了吧，所以才会想着嫁给风儿。可风儿毕竟是那个样子，这如何能嫁呀？嫁什么嫁？嫁什么嫁？不行，肯定不行！哼，你没听石七说吗？三丫头那是被他们骗了，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咱们不知道的事儿。咱们可以先去探一探石七呢，石七他应该知道原因呢。行了，这事儿就交给我这老头子来办吧。不过你们两个也别闲着，听见没？你们抽个空，你们去一趟吉祥那儿，看一看他家里是什么打算的啊？行，我明天就去一趟吉祥那儿。我明天陪你一起去，咱们多带些礼物过去，感谢他们家对咱们心儿的照顾。三姐，我算出你命中有一大劫，弄不好会英年早逝。石七是真狠，为了三妹不嫁正风，啥都敢说，真是石七的嘴，骗人的鬼。三姐，这一卦是大凶。怎么说？第三卦是姻缘卦，你有一个正缘，一段孽缘，但是正缘现微薄，被人有心捣乱，几乎已经看不见了。孽缘线因此越加强横，几乎就要成型了。小妹，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三姐，你是不是最近想要定亲？那这个就是孽缘。三妹，你可一定要信小妹的，小妹算命超级准的，给家里人算命没有错过一次啊。柳正赶紧说了柳十七的丰功伟绩，比如他的事。三姐，你的婚姻从头到尾都是被人算计的，但你以为你是心甘情愿的。三姐，如果你这次嫁了，就会在16岁的时候难产而死。石七啊，你第一次见三丫头，你感觉怎么样啊？三姐长得不错，是爹娘的结合版。三姐是没条件打扮，要不然也是大美人一个。我也觉得三妹长得不错，也不知道什么人家有福气，将来能娶三妹回家。这谁知道？不用问，问就是表姨家。十七，你说三妹会因为什么而嫁给别人呢？媒婆说媒呢？还是会因为喜欢一个人吗？我真是好奇呢。不清楚，你可别问我，这我哪里知道。那还用问吗？肯定是为了报恩呗。三姐一直以为她12岁落入冰湖中是表哥救了她，又觉着表姨一家都对她这么好，所以才想着嫁给表哥的。17什么意思？难道不是表哥救了她？这怎么可能？不是表哥，那又是谁救了她？庄哥哥，屁股不要翘那么高。庄严有些委屈，他没有翘很高，但是他不敢反驳，还是老老实实蹲马步。三姐也是笨，也不仔细的想想，就表哥那个智商，能把他从冰湖里救出来吗？表哥要是下了水，估计自己都爬不出来。表姨他们如果在现场，一定也是先救他们儿子啊。可是表姨和表姨夫都告诉他，是表哥不顾生死跳下河救了他呀。这到底怎么回事？不要睡，不要睡，坚持住，坚持住。抱歉，失礼了。你挺住，马上就有人来。不要睡，千万不要睡。郑兄，我来了。小姨，永兄来了。刘哥哥好。17妹妹好。
这位可是我三姐的正缘。该怎么让三姐知道刘勇就是那一年不顾自身安危跳下河救了她的人呢？怎么了？各位为什么都看着我？谢谢你，你以后就是我的亲兄弟，我以后的命都是你的。谢谢你在那么久之前就救了我妹妹。勇儿，你的衣服都破了，快脱了，姨给你补补。相公，我之前给你做的那双鞋呢，快拿出来先给勇儿穿，我完后再给你做。大爷，不用了，那什么，我衣服还能穿。哎，对，不用补。相公啊，把你那身新衣服也拿过来，先给勇儿穿。妹妹啊，你说你怎么就生出这么好的孩子呢？我怎么看怎么喜欢。安儿、正儿他们也都是好孩子。对，都是好孩子。刘哥哥，这是我三姐，你认识吧？认识。那个，你好。勇兄，你脸红了。你如此喜欢我三妹，要不以后就做我三妹夫吧。不可胡说，你坏了令妹的名声。我倒是觉得呀，刘小子跟咱家三丫头可行啊。哎，你觉着呢？我自然是欢喜的。郑兄，我有一个书上的问题，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哎呦，刘哥哥好容易害羞啊。你们呢可以商量一下。俩孩子我觉着非常不错，他表姨家还是应该去一趟。明天我备了礼物，一个人去就行，顺便把希儿的东西都拿回来，也通知他们一声，希儿定亲了。好，毕竟是多年的亲戚，到时候俩孩子成亲，他表姨也得过来喝杯喜酒啊。庄哥哥，你觉不觉得很戏剧性？这才见了一面，爹娘就打算把三姐嫁给刘勇了，会不会太着急了些？都不需要再考察考察的吗？也不看看两个人能否处得来。要不是我知道怎么回事，知道这样是对三姐是最好的，我都怀疑爹娘的用心了，这也太随便了点吧。那我还用想办法告诉三姐当年是刘勇救了她吗？因为他们都听到了你的心声，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呀，我的小傻瓜。勇儿，你觉着柳心怎么样？刘勇黑黑的脸上难得的红了一些。那娘就给你争取一下，娘也觉得柳心的孩子特别好，虽然吧不爱说话，但是温温柔柔的，一看就是个善良的孩子。哎，你知道吗？柳心呐，还特别擅长药理，而且能把看过的草药全都画下来，可厉害了。刘勇一愣，没想到柳心还这么能干。母子俩说了会儿话，刘勇就回了自己屋子。不多时，有人敲门。那个，我可以进去说话吗？我有事想问你。不知怎么的，他忽然有些后悔了。大半夜他敲开一个男人的房门，这是不是太不妥了？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好想上去一脚，把三姐直接踹到屋里去，然后把门封起来，让他俩就地成亲，然后3年抱俩，这样事情就完美解决啦。那等他长大了，是不是也会直接把自己拖进屋里，就地成亲，然后3年抱俩？庄哥哥，我说话你听见了没？这么精彩的戏码你不看，在想什么呢？我觉得你的想法挺好的，但是如果是两情相悦，我觉得可行；如果不是，那就会促成一对怨偶。一看你就是恋爱小白，啥都不懂。你看他俩那样是没情吗？俩人羞的脸都快成猴屁股了。啊，难为你了。刘勇长得这么黑，你也能看出他脸红。那个，要不然你先进来再说。
这人能处，是个君子。这个姐夫我认定了。2年前的冬天是你救了我吗？没关系，我就是问问，不是也没关系的。永儿，娘想着你晚上都没有。哎呀，我好像走错门了哈。那个我要干什么来着？哦，对，我是要去厨房来着。你们聊。天色很晚了，我先回去了。觉得这个三姐夫不要也罢，一点都不男人，真是气死我了。庄严哭笑不得，才刚认的三姐夫，这就不认了，这也太快了。也给他提了个醒，17不喜欢磨磨唧唧的男人，他喜欢干脆利落、不废话、直接上的男人。心儿，他什么时候走的？你看见了吗？他不是要参加明天的赶庙会呢？这怎么走了？会不会就是在附近转一转啊？他昨天带回来的包袱都不见了，一定是离开了呀。可是我完全没有听到门响啊。糟糕，三姐一定是回表姨家了。大概饮食的时候，我好像听到大门有响动。那他岂不是走了快2个时辰了？3妹半夜离开了，应该是去了表姨家。我去借个牛车，一会儿去你表妹家，亲自把仙儿接回来。娘，我也去。我去，说不定能帮忙把三姐劝回来呢。要不然我真怕三姐又被表姨忽悠。表姨她可是很会 PUA 的。好，17也一起去，正好你也没见过你表姨呢。柳哥哥，你不是要娶我姐吗？正好啊，一起去吧，提前认识亲戚。17妹妹，你说笑了。原来刘哥哥不喜欢我三姐，不想娶我三姐啊。哎，那就可惜了。刘哥哥既然不喜欢，那估计我三姐就要嫁给我表哥郑风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哎呀，快去吧！你柳叔赶牛车累了，你也可以帮忙赶一会儿。庄哥哥，你也要去？都是一家人，提前去认一认亲戚。是先入门的，怎么能比这个刘勇后入门的还能晚认识亲戚呢？哎，庄爷，你去干什么呀？快下来！大佬这么乖，说让下去就下去了，一点脾气都没有的吗？我可是他二舅哥，他敢惹我吗？他刚要坐上去，就看到庄严一溜烟的又跑了出来，然而手里提着2大包东西。啊，对，忘了带上之前准备的礼物了。庄严一起去，这儿和他小姨看家吧。没事儿，小姨给你做好吃的。还是小姨对我最好了。另一边，星星，你回来了，太好了，终于有人跟我玩了。走，咱们回家去吧。好啊，那咱们一起回家吧，我有好东西要送给星星。哦，表哥要送我什么？是我的宝贝。哟，星儿啊，怎么这么会儿就回来了？不是说要参加庙会的吗？哎，我记得庙会好像是明天的。表姨，我回来是有个事，想要当面问问你。哦，啥事儿啊？哦，对了，你这么早回来，肯定是没吃早饭吧？表姨现在给你做去，正好还有邻居王婶家送的一点野菜干和一点兔子肉，配上葱花儿，可好吃了。等着，一会儿就好。表姨，我还不饿，我没吃饭怎么能不饿呢？有啥事儿咱吃了饭再说。再说了，我和你表姨夫、你表哥也都还没吃呢。哦，好。行了，和你表哥玩吧。你昨天走了之后啊，他就一直念叨你，没事就在村口守着，非要等你回来，连饭都不好好吃。星星，快看，大蘑菇，漂亮的大蘑菇。哎呀，风儿，这东西有毒，不能碰，绝对不能碰。爹讨厌，我讨厌爹，爹踩烂了我的蘑菇。
怎么回事？风儿他竟然玩毒蘑菇，还是好大一株。你哪来的毒蘑菇？二狗哥给的。又是那个二狗，娘不是说了吗？不要和他玩吗？娘，我的蘑菇烂了，我讨厌爹。要不先让表姨夫给表哥换个裤子。表姨，2年前的冬天真的是表哥下河救了我吗？表哥他似乎不会水啊。当然，不是你表哥还能有谁？那大冷的冬天河里多冷啊，你表哥直接就跳进去了。也幸好我和你表姨夫赶到的及时，要不然连你表哥都要折进去。等他们到了杨吉祥的院子门口，哎呦，我说杏儿啊，你太伤你姨娘的心了。姨娘可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怎么会骗你呢？当初确实是你表哥下河救了你，不然还能是谁啊？你可要好好想想啊！这么多年，表姨、表姨夫还有你表哥都对你怎么样？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从来都是表哥有，他就也有，不像在他自己家里那样，都偏心着刘巧。哎，表姨说实话，一直都把你当成亲闺女的呀。表姨，对不起，我也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杏儿，表姨知道你心里头委屈。嗨，你这么好的孩子，我表姐怎么就舍得让你这么受苦呢？这才回去了1天，大早上的饭都不给吃，就又跑回来了。这表姨又开始挑拨离间了，一个刘巧，一个表姨，2人商量好了似的，一个欺负三姐，一个又天天给三姐洗脑，让三姐以为娘不亲她。三姐才多大点呢，怎么守得住？我怎么好像听到了17的心声？表妹，你表姐啊，你怎么来了？还有表姨夫、表姐夫，你们这么大早的，这是快先进来。风儿乖哈，不要吵。风儿，快见过老姨夫、表姨、表姨夫，还有这几位表姐妹。讲完，娘给风儿吃糖好不好？快给风儿拿块红糖来。风儿真乖。嗨，来就来吧，干嘛还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也太破费了。哎，你们快拿回去，给安儿、正儿他们吃吧。大早上的连个招呼也不打，咋就跑了？哎，三姐，我还是第一次来表姨家呢。三姐，你平时都住哪儿啊？走，我带你看看去。好。庄哥哥，我三姐的屋子你也敢随便进？房子看着倒是挺不错，虽然没有家里的大，但是还挺干净。哎，如果不是表姨动了不该有的心思，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起码对三姐不是完全不好的。吉祥啊，确实有件事得跟你说一说。今儿我们过来呢，我们呢是要把三丫头接回去，顺便也把她的东西全部都拿回去。以后呀，她就不来这儿住了，